真的是便宜了他们了，这么多宝贝，先皇也真的是舍得呀。这混账老爹对女人这么大方，怎么就不知道对儿子好一点呢？不知道对天下百姓好一点呢？死的时候1分钱都没有留，给他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国库，害他硬是把这么多年的积蓄全部都填补到了国库里面。皇上，您看这些财宝是放到国库里面，还是放到私库里面？皇上的私库那简直是小偷进去都带不走一粒灰，啥玩意儿都没有啊！将2/3的东西都放入国库，能折换成银钱的全部都折换成钱，那些有价无市的东西就先放着吧。皇上啊，您要不还是多给自己留一点吧，就算是您不留一点，也得给后宫的娘娘们留一点吧，国库现在还有钱呢。如今虽说天下太平，但是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，先放着吧，看着满满当当的国库，朕心里舒坦。朕自己需要用钱的地方也不多，有1/3就足够了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下去？你能带我飞下去吗？他就是上来拿个风筝而已，结果上来了下不去了，让小白这家伙过来帮他，结果这家伙也上来了下不去了。哥哥姐姐，风筝已经拿到了，你们怎么还不下来？小妹妹，你能不能找一把梯子过来？我有点下不去了。姐姐，这里没有梯子，你等着我去找人帮忙。这小妹妹应该会回来吧？她还没有做的事，我是真不知道了。林默趴这里趴半天了，腿都麻了，所以忍不住动了一下。别动别动，我们这底下正是别人的床呢，人家夫妻2个正在床上躺着。你要不去帮一下小林大人吧，我怕他突然从上面掉下来，那多尴尬呀。这让我怎么出去啊？这出去多尴尬。底下夫妻俩是太常寺少卿家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儿，我们2个好像打扰到人家了。不会吧，那多尴尬。尴尬是挺尴尬，但你们能不能先别说这个话题了？人家夫妻2个正准备交流交流感情呢，你刚才那一嗓子把人家给吓的。罪过罪过，那我这不是耽误了人家小朋友出生吗？太罪过了。所以你现在不要讲话了，我们2个在心里交流就行。他就应该刚刚在小林大人那一嗓子吼出来的时候就出门，顺便再把他们2个解救下来。这个屋顶应该挺牢固的吧？我们2个应该不会掉下去吧？我可以变小，躲在你的衣服里头。我可能不会掉下去，但你可能会。而且这个地方掉下去，可以刚好躺在人家中间。这么尴尬的吗？小男子，抓住这个梯子，慢慢的爬下来，注意安全。姐姐，那个哥哥呢？他刚刚不是和你一起在上面吗？他刚刚自己爬下去了，也去叫人救我了。突然，他就感觉身下的瓦片一松，再次睁眼的时候，他已经趴在床上了。再次睁眼的时候，他已经趴在床上了。妈呀妈呀！还好我的保护机制一直都是打开的，这也太吓人了。吓不吓人我现在没什么感觉，你能让我现在就消失吗？我说我是不小心掉下来的，你们信吗？当然信，我们刚刚听到了上面的动静，只是不知道上面居然是小林大人。好尴尬呀。此刻我想到了一首非常火的歌曲，是著名歌唱家四郎唱的，在此情此景，那首歌用的再合适不过了。如果让他陪你过冬天，那朕能不能睡中间？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看不见这脸上的挣扎。都结束吧，都结束吧，都结束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可以继续，我先走了啊。但你告诉我从哪条路可以出去，就要找一条隐蔽的没有人的路。包在我身上，左转那里有一条小路，
小路的尽头有一个只能容纳1人通过的小门，不过门那里有人把守，你走到尽头有一个死角，那个死角的墙比较低，赶紧出发！好的，长官。这就是你说的能够逃出来的好地方。你也没告诉我翻过墙之后居然是条臭水沟啊！那你也没有问我呀，而且那一片那个墙那么低，还没有什么人把守，那肯定就是因为墙外不会有什么人过来，谁没事会来这个臭水沟？你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开玩笑啊，这个时候怎么能滚出来呢？滚出来了就肯定被他扔进臭水沟了。看着臭烘烘的小女儿，林夫人叹了一口气，回了房间，把这个事情扔给了林尚书。那你别告诉我你是去臭水沟里面打了一个滚儿。也不是，我这是为了做好事才变成这样的。哼，做好事？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做了什么好事才把你自己变成这样的？人家白晓身上干干净净，怎么你身上就变成这样了？那是因为他变小躲在了我的袖子里。爹，我是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个小朋友的风筝掉到了屋顶，我就爬到人家的屋顶去拿风筝，后来房顶破了，我就掉了进去。等等，你说你掉了进去，是掉进人家的屋子里面吗？啊，不仅掉到了人家的屋子里面，还打扰了人家的夫妻生活，掉到了人家夫妻中间，太尴尬了。林默这在心里的话差点让林尚书一口气撅过去。爹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有受伤。屋子里面当时有人，是太常寺少卿家的大公子夫妻俩，他们俩没有怪罪我。那个场合人家怎么好怪罪你？人家夫妻2个在房间里面，你没打扰到人家什么吧？或者看到什么吧？没有，他们都穿着衣服呢，因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我打扰了，所以都还没来得及呢。没有还好，开始打扰总比中途打扰好。他现在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低了。默儿，赔礼的礼物娘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等会儿和小白去给人家道歉的时候态度好一点，知不知道？放心吧，娘亲，我等会儿一定摆正好自己的态度，好好的跟人家道歉。伯母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道歉的，一定能够取得对方的原谅。看着你们俩这么肯定，我们心里越虚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小白，我们俩走了之后，那个大公子和大少夫人2个没吵架吧？你就放心吧，你走了之后，人家夫妻俩还笑了呢，说你的性格挺好玩的。我也真的是越来越佩服林尚书了，有这么一个爱上房揭瓦的女儿，她没被气死，也真的是身体够好了。有你这么幸灾乐祸的吗？人家小林大人虽然性格跳脱了一点，但是活泼可爱，性格率真，这样的女子世间少有，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味道了呢？夫人一直都想要一个活泼的女儿，可是家里的这几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贤良，每天都是书不离手，把他们赶出去玩，他们都得带着书去。大人夫人，不好了，小林大人和小白公子来了。快请进来，快请进来。今天我不是做了一些新鲜点心吗？赶紧把那些点心全部都拿上来，把公子小姐们也全都给叫过来，就说是贵客来了。来，人来就来了，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呢？小林大人这一路赶过来饿了吧？我准备了一些吃的，我记得你最喜欢吃板栗酥是吧？这里是我今天新做的板栗酥。夫人，今儿我过来是过来道歉的。夫人，今儿我过来是过来道歉的。今天我给一个小孩子拿风筝的时候，不小心爬到了大公子院子的屋顶，还把房顶弄出了一个洞，还打扰了。他干嘛突然咳嗽啊？不晓得，可能嗓子里有痰吧。你嗓子里才有痰。还打扰了大公子和大少夫人休息，所以真的是很对不住了。回去之后，我爹娘也把我骂了一顿，说让我好好的来赔礼道歉，这些都是赔偿的东西，还请大人夫人还有大公子大少夫人不要介意。哎呦，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
房子破了修就是了，至于打扰了他们休息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还带这么多东西过来。哎呀，小林大人难得来一次，要不今天就在这里用饭，在这里玩吧。我们家这几个孩子性格比较古板，小林大人要是没事的时候，可以带着他们一起玩一玩。娘亲啊，你怎么把我们往火坑里面推啊？娘亲啊，你怎么把我们往火坑里面推啊？京城里的哪个人不是躲着这个小祖宗？就你还让他带着我们玩，这是生怕我们的秘密不被这小祖宗知道吧？好说好说，他们要是没事的时候，也可以去上书房找我玩，我每天可闲了。可不是嘛，全朝堂的官员就你每天没事干，去上朝也是吃瓜打瞌睡。真的是太棒了，居然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可以带走。少卿夫人人真的是太好了，真是吃太饱了。这些点心明天上朝的时候可以偷偷带着，我们找一个角落偷偷吃。让你们去赔礼道歉，你们去干嘛了？居然还大包小包的回来。你们是去人家家里打劫了吗？才没有呢，我们却很认真的道歉了，而且人家也原谅我们了。这是少卿夫人送给我们吃的，她很喜欢我们，所以才把这些吃的打包给了我们。是啊是啊，我们要是不拿的话，她还生气呢。你意思现在拿一点就行了，怎么还拿这么多呢？行吧行吧，赶紧回你们自己的院子里去。这些点心这2天就赶紧吃掉，免得到时候放坏了。伯哥，把我桌子上的点心拿给我。你可别在上朝的时候偷偷吃东西啊，要是被皇上抓住了罚你，我们可不帮你说话。罚我帮我说话是不帮你说话，你给我清醒一点。世界终于清静了。是挺清静的，你差点把你哥哥给噎死。人家在商量国家大事，他们2个在讨论哪个点心好吃。这个芙蓉糕好吃，不过最好吃的还是板栗酥。我喜欢吃荷花酥，不过荷花酥就几块，都给你吃了。对呀，他们这么说着说着饿了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常寺少卿夫人的手艺是真不错，我们要不要也去别的人家串串门？太子妃做果酒做的可好了，香而不醉，甜而不腻，真的是一绝呢。真的吗？真的不会醉人吗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？怎么突然说到我家去了？不过我媳妇儿做的果酒确实是一绝，如果要去串门的话，那要赶紧去了。太子妃已经怀孕3个月，太子今天出门了之后，太子妃吃东西的时候吐了，后来请了大夫过来看，怀孕3个月了，要喝果酒的话也得赶紧，后面太子妃肯定是做不了了。怀孕了，我媳妇怀孕了。终于怀孕了，终于怀孕了，我儿子总算可以自由了。这个皇帝谁想当啊？累死了还不算，还穷。虽然说现在不怎么穷了，但是谁愿意天不亮就干活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啊？他自己都不愿意，更何况自己的儿子了。现在太子妃终于怀孕了，自家儿子总算是不用被盯着了。怎么嫂子怀孕了，我媳妇还没怀孕？该不会是我不行吧？太子妃怀孕了，这可真的是个大好的事情啊！那孩子出生和满月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送礼吧？太子都想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拒绝这个礼物了。肯定是要送礼啊，不过小孩子的礼物，更何况还是太子的孩子的礼物，这可不能掉以轻心。你就别操心了，有你娘亲在呢。恭喜恭喜啊！太尉总算是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了，也得了一个好女婿呀。安密这小子是真不错呀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都在恭喜太尉？你不知道吗？明天太尉就要嫁女儿了，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。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谁说我知道了？我天天闷在家里面，能知道什么？不对啊，太尉不是说要安密考上之后才考虑他们的婚事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要成亲了？人家只是故意这么说，你就当真了？人家只是想考验一下小两口而已，现在考验出人品，干脆就同意了呀。
反正迟早都能够考上。明天你好像也要去参加哦，明天穿好看一点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默就被自家姐姐给拉了起来，说要去给人家新娘子添妆。我也要去吗？我和她根本就不熟啊，不是那种手帕交姐妹交才会去添妆的吗？我和她根本就不熟啊，不是那种手帕交姐妹交才会去添妆的吗？也不全是这样，而且咱们家和太尉府的关系也不错，七拐八拐还能拐出一个亲戚来的，只不过这个亲缘关系隔得比较远了而已。按辈分，你还是太尉大小姐的姑姑呢。我的身份这么牛的吗？我居然跟太尉是一辈儿的。那太尉岂不是我爹爹和娘亲的晚辈？别动，都给画歪了。辈分虽然是这样论的，但是咱们的亲戚关系隔得也有点远了。这京城里面的家族，你随便找一个都能拐出一点关系来，也不必在意这么多。反正让你去，你就去吧。去，肯定得去啊！大侄女出嫁，她这个作为姑姑的肯定得去呀。这就摆上姑姑的架子了。什么叫做摆架子？按辈分我就是她姑姑，我得给我的大侄女选一个好东西给她添妆。请问你要干什么？请问你要干什么？怎么样，富贵吧？是不是特别的好看？把你这个大玩意儿放下吧，你的添妆礼我给你准备。姐，你这个眼神是怎么回事？我这个牡丹不好吗？所谓花开富贵，金牡丹呢，这可是金牡丹。所以呢，你要把你这个硕大的金牡丹送给人家吗？你这都有人家脸大了，什么样的场合会带这么大一个金牡丹？默默呀，这个金牡丹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听你姐姐的话。而且你姐姐给你准备礼物，这就说明不用你自己花钱了呀，好事。姐姐，那就辛苦你给我准备礼物了。等下一次我给你打一套精妙绝伦的头面，你等我给你存钱啊。我还等着你给我存钱，你这每个月的月例银子都不够花的，每个月的俸禄也给你花的精光，也幸亏白小能出去算命赚钱，从你牙缝里面每个月给我抠那么一点钱出来给我做头面，那我得等一辈子了。不错不错，今天也算是有个姑娘家的样子。你们姐妹两个到了太尉府上多和新娘子聊聊天。添妆礼都准备了吧？林夫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生的是2个女儿的感觉，而不是2个儿子1个女儿。放心吧，娘亲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把木耳的也准备好了。其实我自己也准备了的，但是姐姐说不合适。她准备的是什么东西？她准备了一个硕大的金牡丹发簪，那个金牡丹比人家的脸还要大，而且分量也不轻。得了，就不应该对你的礼物抱有什么期待。行了行了，咱们该出发了。然儿，照顾好自己和妹妹。潜台词是看好林默，就是去参加一个婚宴而已，再怎么样应该也不会出问题的吧。3位林大人来了啊！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小林大人今日可真的是光彩照人啊！客气客气，兄长今日也光彩照人啊！客气客气，兄长今日也光彩照人啊！他这个兄长2个字说出来，让整个气氛都凝固了2秒。小白，他们怎么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啊？不知道啊，可能你今天真的特别好看吧。不过你和太尉看上去真的是2辈人了。你的太姑奶奶嫁给他太爷，他太奶是你太姑奶奶，这个辈分也真的是绝了。没办法，这丫头的辈分是对的，她叫人家一声兄长，那也没错。兄长的脸是抽筋了吗？需不需要让我爹帮你揉一揉？为什么要让我给他揉一揉？他自己不能揉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揉一揉就行了。哎呀，你不用害羞，我爹身为长辈，给你这个小辈揉一下脸也没什么关系。你们不仅是同僚，还是长辈与小辈之间的关系，也不用这么生疏。就是，这么生疏干什么？亲戚之间的关系还是要维护的。虽然说隔得有点远了，
但是好歹还是有那么一丝一脉的血缘关系的。要不你伸手帮太尉揉一揉？要不你伸手帮太尉揉一揉？这样合适吗？有点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太尉不是你哥吗？你们在讲什么屁话？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揉一揉就好了。你们先进去吧，有很多人都已经到了，大家一起先聊聊天。赶紧进去吧，小祖宗，先去祸害别人吧。哎呀，林大小姐和小林大人来了。小林大人今日真的好看，比平时更加夺目呢。是啊是啊，早就知道小林大人是美人胚子了，没想到稍微装扮一下，居然这么惊艳。没有，哪里啊，都是我爹生的好。你这话让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难道让我们跟着夸林尚书生的好吗？虽然事实是这样的，但是长辈们也不是我们能说的呀。大家先喝点茶水吧，时辰还没有到呢，先不急。侄女儿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礼物送给你，这个就送给你吧。不是，我怎么就变成你侄女了呢？你姐姐准备的礼物是真的好看，比你那个大金牡丹好看多了。我那个大金牡丹也很好看啊，而且送出去，你不觉得倍儿有面子吗？我这是重视我的侄女儿，所以才把我珍藏的大金牡丹拿了出来。你今天可真好看。说真的，要不是我姐告诉我们家有亲缘关系，我都不知道你是我侄女儿呢。你的太太奶奶是我的太姑奶奶，你说巧不巧了？大侄女儿，成亲了之后你也不要怕，如果那个阿蜜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揍他去。咱们林家的后人可不是随便的人就能够欺负的。那个我不姓林，应该算不上林家的后人吧？是啊，你们这里好像是随父辈走。你太姑奶奶虽然姓林，但是后人的话基本都是随父辈，应该算不上是你家的后人吧？管他呢，我说算就算，没关系。你身体里也流着我们林家的血，我觉得你是你就是。这丫头真的是满口胡言乱语啊！这个也送给你，这个棍子是我娘从小用来教育我的，保证打在人身上不重伤，但是疼。以后你有了孩子，就这个教育，这算是送给你孩子的礼物了。你怎么把这个东西也给带过来了？不是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玩意儿拿过来了？你拿过来之后，你娘以后用什么收拾你啊？你这是把自己的痛苦转移到了别人身上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都被这玩意儿教育了10几年，也该让它换一个别的主人。这可都是经过我血肉滋润的，如果这玩意儿有灵性的话，它估计都可以成精了。小林大人真不愧是小林大人，你永远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。说说看吧，为什么我那个小细棍子不见了？夫人教育孩子的时候，他从不插手，能被夫人教育，这是他们的福气。我就说你回来之后要完蛋了吧？你说你送什么不好，非得把你娘收拾你的那个小棍子送给别人？你不会真以为你把这个东西送出去了之后，你娘就不会收拾你了吧？你不会真以为你把这个东西送出去了之后，你娘就不会收拾你了吧？我只是觉得那个东西太邪恶了，所以才想着把它给送出去的。哼，邪恶？什么东西能有你邪恶？人家都把你称呼为混世小魔王了，你说什么东西还能有你邪恶？林木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真以为那个小棍子不见了，我就收拾不了你了是吧？给你1天的时间，重新给我找个棍子回来，绝对不能比我那个差。娘，你这就有点太残忍了吧？你居然让我自己去寻找收拾我的棍子，这和让犯人去找杀自己的刀有什么区别？夫人别生气，可别气坏了自己身子。所以这就是父母是真爱，儿女是意外吗？我爹眼里就只有我娘。给自己寻找教育自己的这个工具的事情，林默的内心是很抗拒的，但是他的行为却很诚实。把这个带回去，你是不打算活了吗？
这一棍子就能把你敲到地底下去啊！那我这不是找不到了吗？其他的要不就太脆，要不就太细，越细的打人越痒越痛。如果把这个带回去，说不定我娘对我下不了手呢，那我就可以逃过这一劫了呀。我觉得你还是去做梦吧，你爹娘把你都打出分寸来了，毕竟揍了10几年，怎么让你痛又不让你受伤，他们那是把握的炉火纯青。你就算是把这个棍子带回去，我估计你娘都能够研究出来怎么用这个棍子打你。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是怎么回事？娘亲好好的一个大美人，为什么要这么暴力啊？好好的当个大美人不好吗？反正啊，你就要一根不粗不细，打人不怎么痛的棍子是吧？我这里也有一个人选，他家有这样的棍子，而且还不止一根。谁？赶紧说！这人简直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，居然有棍子还能打人不痛。去找太子，他们俩夫妻工具可多了，什么棍子啊，那简直多的是，都是情趣用的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白晓又把刚才的话给重复了一遍。所以你是让我去问太子要情趣用品，然后让我娘用这个情趣用品打我？你怎么想的？反正就这一个地方有了，其他的人家里要不就是那种木片，要不就是用木板，反正打人都比你上次送出去的那个棍子痛。你不去也行，反正挨打的又不是我。我去，不就是一根棍子吗？我找太子妃去。他也想过向太尉府小姐把送出去的那个棍子要回来，但是俗话说呀，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，你送给别人东西又要回来，这不仅打自己的脸，还打别人的。好歹是自家大侄女，他不能这么干。小林大人来了，他怎么来了？赶紧请人进来，把那些花果点心茶水都给端上来。下官参见太子妃。你动作轻点，我差点就飞到太子妃脸上了。你好歹行礼前要让我做个准备哦。小林大人不必多礼，不知小林大人今日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那个太子妃啊，请问您这里有那种细细的小棍子吗？就是打人不怎么痛的那种。这小祖宗是过来干嘛的呀？他怎么问太子妃要这种东西啊？不知小林大人要棍子做什么？如果要棍子的话，外面不是随处都是吗？还不是我娘亲，我只不过是把她经常教育我的那根棍子送给别人当礼物了而已，她就让我再找一根过来。你说她残不残忍？用棍子揍我就算了，居然还让我去找棍子，我这不是都找遍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吗？要不就是太细了打人太痛，要不然太粗了，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呀！虽然知道自己和太子的事情被传出去了，但是被人当面说还是很尴尬的。来人，把我房间里的那根棍子拿过来。还是太子妃人好，要那个黄色的打人最不痛。太子妃，请问有黄色的棍子吗？我喜欢黄色。这个借口很好吧？他就是纯粹喜欢黄色。当然可以，那就拿黄色的棍子吧。这根棍子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我问别人要的。所以你是去太尉大小姐那里把棍子要回来了？什么呀，这是这家伙去向太子妃要的，这是人家太子和太子妃的私密用品。啥玩意儿？太子和太子妃的私密用品？这混蛋丫头脑子是怎么想的？这还不如在外面随便捡一根棍子呢。赶紧和我仔细说说，你这棍子是怎么来的？谁会给你这根棍子？赶紧和我仔细说说，你这棍子是怎么来的？谁会给你这根棍子？你们不是只让我去找棍子吗？反正我又不是偷的抢的。爹娘，你们可不能骂我。你们的要求我达到了，棍子我也找回来了。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今天累了一天，真的是累死我了，我得回去好好的泡个澡睡觉了。不是，你等等我，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，我害怕。你害怕个什么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难不成我们还能吃了你吗？这小混蛋丫头，
他难道就不知道尴尬吗？太子妃居然还真的把这个东西给他了，这现在要怎么办？让人把这个东西给送回去吗？别送了吧，反正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了，人家也都知道这小混蛋是什么样的德行。这小混蛋大事不犯，小事不断，而且大家都对他宽容得很。他们林家也没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。为官几十载，他在官场上面也是兢兢业业，从不徇私枉法，所以也出不了什么事儿，顶多就是让人看个笑话罢了。还有这笑话，反正人家也看了不少了，也不差这一两个。现在他整个想法就是债多人不愁。听说今天他刚把林夫人教育他的那根棍子送出去，林夫人就让他出去找了，那个小系统就告诉他东宫里面有。这林默说话做事怎么越来越直白了？他就差把他有特异功能这个事情贴在脑门上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们还得费尽心思帮他隐瞒，帮他掩盖。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呀。作为君父，朕关心一下臣子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。林默不是寻找各种各样的棍子吗？你把先皇用来教育皇子的那些棍子拿出来，都给朕送到林府去。哈哈哈，光是在脑海里面想，他都能够想到林默被那些棍子揍的画面了，想想都很开心呀。不是，皇上为什么要送棍子过来？因为他知道了你今天找棍子的事情，而且你今天去了东宫，他肯定会知道的。尚书大人，这些都是皇上赏赐给小林大人的。皇上听闻小林大人今天一直在找棍子，所以就特地让人收拾了一些棍子过来，这些可都是先皇用过的。我能拒绝吗？我已经找到棍子了，真的不需要这些棍子。不能拒绝的，拒绝就是抗旨了。这些都是皇上对您的心意。戚夫人，这就是戚夫人总算是让你这个小魔王哭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这有什么可哭的？这些棍子都是几十年前先皇打人的棍子了，这些年收在库房里面，早就被虫给蛀了，中间都是空心的，随便一掰都能断。就这几十根戳你屁股，你屁股估计就红上一块，而且还第二天就能好的那种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没事骗你干嘛？所以这是送了一堆破烂过来？哎呦，朕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？这都几十年过去了，罐子腐坏的都差不多了。唉，看来是看不到这场好戏喽。没事吧？现在应该好点了吧？嘴里有酸的时候倒是好多了。我最近是吃错东西了吗？怎么最近总是动不动就想吐，而且闻不得一点肉腥味儿？太子妃也回答不了他这个问题。他最近的胃口倒是挺香的，吃麻麻香。不过这个问题在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得到了解答。林默带着白晓两个人在角落里偷偷的吃肉干。不得不说，吃肉干做的是真的香，周围的人都给他弄饿了。可是太子却当着大家的面哇的一下吐了出来，上面的皇帝都被吓到了，赶紧让人宣了太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好不容易快要把儿子给培养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出事情呀。他就这么3个儿子，3个儿子培养的方向都不一样。他可不想像先皇一样养儿子跟养蛊一样，这3个可都是他的心头肉。太子这是被人下毒了吗？太子这是被人下毒了吗？下什么毒啊？他这是孕吐，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孕吐。男人也会孕吐？开什么玩笑啊？难不成太子殿下也怀孕了？男子也可以怀孕了吗？还能这样的吗？男的也会孕吐？大惊小怪，夫妻恩爱，男的在女的怀孕的时候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，这就容易孕吐。其实就是因为太紧张了，
可过度紧张就容易吐，这就更加证明了太子和太子妃夫妻恩恩爱爱啊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。别说是你了，我们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过。你应该见过的吧？你在你娘的肚子里应该见过。你娘每次怀孕的时候，你爹都是吐得稀里哗啦。你娘之前还这么说过，怀3个孩子最辛苦的不是她，而是你爹。你们3个出生的时候，你娘基本上没受什么苦，咻的一下就生出来了。你爹就惨了，在怀孕的时候孕吐的是他，生下孩子之后照顾孩子的也是他，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媳妇儿，可以说生你们一个他就得辛苦1年，你们3个的话，你爹就忙了整整3年。他是真爱你们呀！你们3个的话，你爹就忙了整整3年。他是真爱你们呀！居然是这样的吗？他们知道林尚书很爱林夫人，但是没想到居然爱到了这种程度，总算是有一个前辈了。等会儿得跟前辈好好请教一下。那既然怀孩子这么难受，那我爹为什么要生3个呢？你娘喜欢孩子呀，而且你娘从怀你到生你们，真的没有受什么罪。本来她想要1儿1女的，生完你哥哥和姐姐，本来他们就打算不生了。你是个意外哦，父母是真爱，你是意外呢。我居然还真的是个意外。虽然你是个意外，但是你爹娘对你也是真的好，可以说你们3兄妹之中，他们关注的最多的就是你了，最关心的也是你了。难道不是因为我最让他们操心吗？啊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个自知之明啊！哎呦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爹娘非常爱你就行了。至于你是不是意外，那不重要。是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林默，是当今唯一的小林大人。林尚书果然是世上难得的好男子呀！哎，是啊，难怪当年能抱得美人归。林夫人当年倾慕他的人啊，不知道有多少呢。林尚书厉害啊！你给我回来，赶紧给我滚回来！老爹呀，这个事情儿子真的帮不了你。林尚书最后是被太子给解救的。太子殿下，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言，熬过去就行了。如果喜欢吃酸的，那就吃点酸的压一压；如果喜欢吃点辣的，那就吃点辣的压一压。没有什么经验的。现在这能有什么经验？要是有经验的话，他能够经历3次孕吐吗？娘子怀大儿子的时候，他情况稍微好一点；怀大女儿的时候，他比较喜欢吃甜的；就怀那个小混蛋的时候，他吐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呀！闻到肉味儿吐，闻到蔬菜味儿吐，闻到汗味儿吐，还不止如此呢，还每天要摸肚子才能睡。你不摸肚子，他晚上就可活泼了。所以3个孩子中最折腾人的就是那小混蛋了。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压住这孕吐吗？这个我也是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。或许就吐那么几天就行了，或许你今天吐明天就好了。我夫人怀我林默的时候，那我是整整吐了1个孕期。在她出生之后，我还得天天抱着她，不然她就不睡觉。是的，林默刚出生之后，他可喜欢黏着自家老爹了，因为老爹的声音好听，而且抱着他比娘亲抱着他舒服。林尚书呢，真的是把他当祖宗呀，真的是一手把他带到了2岁。这一世简单的生活让林默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了。父母的爱给了他底气，兄姐的呵护给了他能量，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有他的家人在他背后了。从东宫出来的时候，林尚书那是长吁了一口气。爹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你不回家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你哥没有带你回家吗？老大呢？刚刚不是自己偷偷的跑了吗？怎么都不管一下妹妹？爹，你赶紧尝尝看，这个是我亲手烤的呢，可香可香了。不对，
亲手烤的，你偷了谁家的鸭？我们才没有偷呢，这是我们买的。这鸭可香可香了，那个人说了，说是散养的走地鸭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赶紧给我闭嘴吧，赶紧给我回家。不就是身上脏一点吗？这丫头什么时候身上干净过？随她吧，让她爹去管。林默凭借吃的逃过了一劫，只是林七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爹，这个事情真的不怪我呀，我就算是留在那里，那也是多一个人被困着，而且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啊。爹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你还打我？别打屁股呀！太惨了，太惨了，难得看到爹打大哥呀。谁说不是呢？你以后也要听话一点，少挨点揍。这么大个人了，天天被揍来揍去的，丢不丢人啊？不丢人呐，这有什么丢人的？都是自家人，这有什么丢人啊？幸亏白晓不在这儿，不然稍微一问林七为什么挨打，这就暴露了。白晓从外面弄来了2只鸭，他正在伺候他的小鸭子呢。哎，你这表情也太恐怖了，你可别把小鸭子给吓坏了。林默也真的是不理解他，想要吃烤鸭的话，自己出去买不就行了吗？也可以买活鸭回来烤啊，自己养多麻烦，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养得活。我的鸭子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吓到了？你等等，等过2个月我们就可以吃鸭肉了。话说，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大瓜？有啊，薛太医家最近出了一件大事，他儿子想要出去嫖娼，但是又怕被人抓住，然后就穿了薛太医的衣服，还做了个假胡子。前2天还被人看见了，大家都以为是薛太医。现在大家都在传薛太医老当益壮呢。还有这种事儿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不是之前的瓜不完整吗？现在完整了。他就说这段时间大家看他的眼神怎么都不对劲，原来都是家里的逆子呀。老伙计，老家伙，别晕啊别晕，瓜还没吃完呢，等吃完了再回去收拾孩子。知道有坑爹这回事儿，但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坑爹的人呢。这人也太坑爹了吧，他在意自己的名声，就不在乎自己老爹的名声吗？他可真是他爹娘的好大儿，他可真是他爹娘的好大儿。还不止如此呢，这个人还赎了一个烟花女子，现在那个女子正在东巷那边呢，那边住的都是一些富商，那些富商都以为这是薛太医的外室呢。笑死人啊，这个逆子！薛太医也是真惨呐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被儿子弄得晚节不保。哎呀，冤家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？你该不会又被什么小狐狸给勾住了吧？还是说家里那个不许你出来？薛太医的儿子可是他精挑细选的客人，不怎么聪明又能够帮他赎身，只要把他好好的把握在手里面，那荣华富贵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这不是最近比较忙吗？我爹现在天天带着我学医，我也抽不出其他的时间过来呀。这不是一有时间就过来找你了吗？乔美人，真的是想死我了。什么样的小狐狸能有你勾人啊？至于家里那个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天天死板得很。两人你侬我侬，薛太医那边已经快要气晕了。林默也算是好心，在下朝的时候还故意过去提醒了他一下。薛太医啊，你要是没事的时候去东巷看一看吧，我之前在那里见过你家大公子，他和一个女子亲密的很，我记得他好像是成亲了吧。你儿子儿媳妇应该不会去东巷那边吧？看他这表情，他是不相信我的话吗？我要不要现在带着他去看一看啊？也可以现在赶过去的话，说不定还能赶上好时机。今天他儿子又出门了。哟呵，这么大胆的吗？薛太医，我知道我随口说的话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这个人吧比较热心肠，要不我现在就带着你去看一看吧。你儿子好像在外面买了一个宅子，我知道那个宅子在哪儿，走，我带着你去看看。
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。我回家之后会自己慢慢调查，真的不需要你这么热心的。快跑快跑，看戏去了！还是快点快点，不然赶不上了。赶紧把我身上的龙袍给换下去，把我之前的那些粗布衣裳拿出来。呀，这么多人都跟着来了，你们也是关心薛太医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们也碰到过薛太医的儿子，不过当时他的打扮跟薛太医很像，我们都把他认成了薛太医。现在看来完全是我们搞错了呀，所以就想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快点快点，那2个人正干柴烈火呢，咱们赶紧过去抓奸。给我站住，让薛太医过去就行了。开玩笑，要是就这么冲进去，看到了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外面的门你没有关吗？该不会是有人闯进来了吧？爹，看起来他还是挺害怕薛太医的呀，那为什么还要干出这样的事儿？看就看，别乱说话。他这样的人啊，就是被压抑的太久了，父母都是强势的，娶个妻子也是强势的，这不就需要去外面来找一下他男人的自尊心了吗？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些什么好了。说你胆子大吧，你还得装扮成我的样子才敢出门干这些坏事。说你胆子不大吧，你居然敢变成我的样子。我干干净净的活了这么几十年，这个名声一下子就让你给败坏了。要是我没有发现你，你是不是还要继续扮成我的样子，在外面胡作非为呢？大人，这件事情真的不关大公子的事儿，都是我不好。公子把我给赎了出来，我就想着报答公子。报答？那你就是这样报答他？他叫你给赎了身，本就是贪图你的美色，你敢说你也没有另外的小心思？老头子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小手段没见过？青楼女子中有好的，但你这样的也不少。爹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都不关星云的事。她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女子。看到了没有？这个青云的手段可厉害了，他故意这样说，然后让薛维心疼，也会让薛维心中对薛太医不满，这就离间了他们父子的感情。看到了没有？这个青云的手段可厉害了，他故意这样说，然后让薛维心疼，也会让薛维心中对薛太医不满，这就离间了他们父子的感情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的？你是不是瞒着我干什么事儿了？我能瞒着你干什么事儿？主要是这个青云已经是惯犯了，这个薛家大公子是他的第4个客人，前面3个都被他搞得妻离子散了。你别看这个青云看起来柔柔弱弱，实则手段可狠了。他会利用自己的优势，前面3个都是富商，他也是在外面给别人当外室，做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，还充当别人的解语花。慢慢的，那3个人的心也被他给把握住了。有个人想带他回去做妾室，但是他不肯，那妾室需要文书的，要是真的被逮回去做了妾室，那他的算计就失败了，还得把自己搭进去。他情深意重的对那个人说道，他不在乎什么名声，也不在乎什么名分，就是想要和那个人在一起。然后就这么骗着骗着，那个胖老头就被他给牢牢抓住了，连家里的妻子儿女都不顾了。为了让美人一笑，那胖老头买这里买那里，反正各种珍奇的东西都往这里送。你就算有万贯家财也经不起这样啊。后来2年，那个人的家底子就没了，妻子和那个胖老头合了离，儿女也跟着妻子走了，青云也失踪了，其实就是跑了。他之前不叫青云，每骗一个人他就会改一个名字。反正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，你要是愿意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，那你就不是我儿子了。儿媳妇我们要，你就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吧。这个宅子你是用家里的钱买的，我们家的钱绝对不可能让你来养这个女人。现在你们就给我搬出去。
爷，薛太医是真的要把他儿子赶出去吗？我以后要是做傻事了，你会把我赶出去吗？好好的看，你要是怕我把你赶出去了，你就别做傻事不就行了吗？再说，你这不是天天在做傻事吗？不管你做什么，自身安全是第一的，知不知道？其他的都好说，还有一个，不能滥杀无辜，违法犯罪。爷，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滥杀无辜，违法犯罪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这一场戏也算是落幕了。薛太医好像是来真格的，这对苦命鸳鸯真的被赶出来了，不管他们怎么哀求都没有用。那个青云跑了，还带走了身上所有的钱财。好呗，我们今天不是去报关了吗？就等那个女人跑了。妈妈，你救救我呀！我这些年都是在为你赚钱的。你讲的这些话，我怎么就听不懂呢？你赚的钱怎么可能会到我的手上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赶紧滚开，别挡在我家门口。哼，我要是你的话，那就现在赶紧离开京城。那个傻老帽在哪儿？我劝你还是先和他在一起，能骗的话就先骗住，先离开再说。就算是以后遇到了什么事儿，那个傻老帽也是个护身符啊。青云，你去哪儿了呀？这一大早上你就不见了，可担心死我了。我去给你抓药了。你之前不是说这里蚊子很多，被咬了很多吗？我给你抓了一些驱蚊的药，还有一些安神的药。我给你抓了一些驱蚊的药，还有一些安神的药。果然，青云是真的爱他，就连这个时候还在关心他。哎呀，我这个虽然年纪大了一点，但是细皮嫩肉，长得也端正，我也不要贵了，20两银子就行。而且他还会点医术呢，你买了他呀，绝对不会吃亏的。那个青云是真的厉害啊！我以为报关了就能够马上把他给抓住了，谁知道他居然还留了后手。那个花妈妈也不是个好的。青云赚的钱基本上都给那个花妈妈了，等会儿我们就去黑市看一看吧，顺便也可以打击一下犯罪。好呀好呀，那个地方我还从来都没有去过呢，早就想去那里看一看了。黑市，我来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，有小林大人在，能出什么事？不管怎么样，你儿子的命是保住了。小林大人的攻击虽然不分人，但是应该也不会要人命。哟，小少爷也想要买人呢，我这里男女老少都有。你看这个小丫头长得好看吧？买她回去在身边伺候也好。你们这地方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买？那当然，只要你要，我们基本上呢都能够办得到。好，我买了，多少钱？人家是老板，应该不参与买卖的。这位小少爷，这个生意我做不了，我总不能把自己给卖了吧？那你不是说我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吗？你看这些人这么瘦，我买回去能干嘛？你这么人高马大的，能干的事情多着呢，我就要买你。老纪啊，这小少爷的要求倒是挺奇怪的呀，你要不就答应算了。嘿，我说你这个小白脸儿是故意来找茬的吧？赶紧滚！要是不滚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只见他愤怒地抓起老板的手，凶什么凶？不知道顾客至上吗？你要拍不会拍自己的手吗？把自己的手万一拍痛了怎么办？果然呢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麻烦各位帮个忙，把这个小混蛋给我抓起来。这细皮嫩肉，长得又这么好看，咱们直接就把他给弄了，一定能卖不少的钱。到时候这些钱咱们平分。居然还敢这样对小爷我！各位，小爷我最不差的就是钱，我今天就买定他了。只要是能把他给我抓了，我饶你们一命。
啊，你说啥？饶我们一命？在别人的地盘上这么嚣张，这要是没有什么保护机制，那绝对会栽跟头呀。这丫头就是仗着有那小系统的保护，所以才这么胡作非为。林默直接从靴子里抽出了一把小刀，然后就开始收割起蛋蛋来了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知道小爷我号称什么吗？我号称割蛋杀手。疯了，林默这是彻底疯了呀！救命！我错了，我们把老谢给你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他这个摊子也给你。开玩笑，这要是被割了，这还不如死了呢。搞这么识相不就好了吗？以后这片地方归我管了。那个，你可得看好这个丫头啊，可别让她出去为祸人间了。还好当初你和皇上给她弄了这个职位，不然要真的让她去了闯荡江湖，那这江湖绝对动荡。真的要让这混世魔王去了江湖闯荡，那这世上那得祸害男人呐。估计来皇宫当公公的人只多不少，不一会儿官府的人就来了。我愿意去坐牢，实在是太可怕了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？我知道了，这人一定是皇宫里出来的，皇宫里有专门给人净身的太监，他绝对就是专门给人净身的小太监呀。被你发现了呀，我的师傅就是御前伺候的李公公。一个人去黑市是吧？你有几条命，有几个胆子？你倒是帮我说说话呀，都已经跪了半个时辰了，我腿都跪麻了。你的腿麻，我难道就不腿麻吗？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在这里跪着，谁让你那么疯狂？还是规规矩矩的每天在这里跪一个时辰吧，等你爹娘消气了就好了。薛维回家之后也比较惨，直接给上了家法，连续半个月都下不了床，而且他妻子也要和他和离。活该，这玩意就是活该，他就是被他家里人给保护得太好了，这么大个年纪还想要追求什么鬼真爱？你这么大个年纪，人家图你什么？长得又不是绝世美男，不就是图你的身份和钱财吗？你这么大个年纪，人家图你什么？长得又不是绝世美男，不就是图你的身份和钱财吗？可不是嘛，薛太医虽然严格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教育还是没有错的。孙子也是他教育出来的，人家小孩子就接受得很好啊，小小年纪就熟读各种医书。这个薛维也真的是浪费了天赋，不过还好他把天赋遗传给了儿子。说起这个，那个花妈妈和那个庆云抓到了没？我都差点忘记他们两个了。抓到了，现在正关在大牢里面呢。花妈妈手底下还有2个人，现在正在逮捕中呢。另外2个是在3天之后就有消息的。林默在朝堂上面吃瓜的时候正巧吃到的。你说那个青之和青霜和魏正安、秦征有关系，这2个人怎么和那2个坏女人有关系的？这段时间不见他们，自己学坏了？他们家的儿子该不会是第2个薛维吧？难怪这2个家伙天天早出晚归的，而且花钱都变少了。啊，不对，花钱变少了？养女人的话，不是应该花钱变多吗？他们没有变化，只是那2个女人看中了他们，然后找了一些计划和他们2个认识了。骗子下套之后，肯定要有一些投入的呀。偏偏这2个人呢，不太爱好美色，主要是那2个女人长得也没有他们好看。哼，这说的也是。然后他们2个就打算走劫与花的道路，又伺候吃伺候喝，还给花孔雀和笨美人买各种各样的东西。这不就是骗子的标准手法吗？然后花孔雀和笨美人2个人就被勾住了。确实是被勾住了，但是这2个人也是个人才。2个人以为遇到了大善人，然后就天天在人家那里吃喝，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也告诉人家，让人家给他们买。可以说他们没有花1分钱，然后在人家那里吃喝了小半个月。2个人天天早出晚归，然后就去人家那里蹭吃蹭喝去了。厉害呀！
丢脸呀，真是太丢脸了。家里是缺少他们吃喝了吗？还天天去那女骗子家里吃喝，这两个憨货就不怕被算计吗？难道他们两个就不怕自己被下药吗？万一被下药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那可就一切都晚了。他们俩确实是挺聪明的，他们俩出门的时候，身边还会专门带一个从小学习医术的小厮，吃的东西全部要检查一遍，把那两个女的都搞麻了。而且吃东西之前还要留样，不管那两个女的怎么说，他们两个都没有让小厮离开他们身边半步。想不到这两个人平时看起来呆呆傻傻的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是挺有脑子的。哦，今天他们在他们老爹上朝的时候又出门了。昨天他们说想吃山参炖山鸡，然后那两个女的咬着牙买了山参，两个人现在正在大吃大喝呢。那两个女的为什么不放弃啊？这完全就是没有上他们的当，他们为什么不会放弃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一种心理，他们都已经投入了这么多了，要是现在放弃的话，那前期的投入就全部打水漂了，这就和赌博一样，所以他们就打算继续赌一赌。青芝，你这手艺是真不错，你要不去我家当厨娘吧？我看你这身材挺适合的，膀大腰圆，一看就是个好身体。公子，我这身形膀大腰圆嘛，您怕不是喝醉了看错了吧？你们两个小姑娘家怎么把饭馆开在这么偏的地方，而且还不收钱？要我来说呀，你们就应该把饭馆开在人比较多的地方，反正都不收钱了，那正好图个热闹。谁说我们这里是饭馆了？白吃白喝我们这么久，就能把我们这里当饭馆？他们不是没有想过用点小手段，可是这两个人身边的那小厮真的是太防备了，不仅会医术，身手还好。就算是他们真的给他们两个下了药，估计下一秒他们就会被小厮给控制住了。而且这小厮到了这里一口水都不喝，搞得他们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办法。嘿，老花老笨！老花老笨，你叫谁呢？小林大人啊，快来吃东西喝酒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饭馆不仅做的饭菜好吃，而且还不要钱呢。这两个老板娘还动不动就送客人东西，我们这手上的扇子就是他们送的，可贵可贵了。两位老板，请问可以送我礼物吗？啊，当然。请问姑娘喜欢什么礼物？我想一尊大金佛，纯金的，越大越好。你还是早点洗洗睡吧。去做梦，梦里面什么都有。林默仿佛看不到这两个人的脸色，还在不停地许着愿望。什么大金佛、宝石头面、锦缎衣裙，各种各样珍贵的玩意儿都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。人家要是有这些东西了，还过来行骗干什么？这位姑娘真的是说笑了，我们要是有这些东西的话，怎么可能还在这里？要不还是直接动手吧，把那两个憨憨叫过来，免得伤及无辜了。花孔雀笨美人儿，你们吃完了没有啊？要是吃完了就赶紧出来吧，你们老爹在找你们。找我们？干嘛要找我们呢？我们最近可没有怎么花家里的钱，总不能说是我们花钱大手大脚吧？他们确实是没怎么花钱，花的都是他们的钱呐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抠门的富贵公子，而且他们两个好像还听不懂人话。青芝啊，我刚刚跟你说的问题，你考虑清楚了没有？去我家做厨子吧，你长得也不丑，我也可以给你许配一个好人家。你喜欢男的女的？不是，我是个女的，还能喜欢女的吗？公子说笑了，我这个人比较爱自由，喜欢在外面生活。公子要是闲着没事，可以过来坐一坐，但是去做厨子还是算了。这一顿饭吃完，两个人晃晃悠悠地往外面走。林默和白晓还把人家厨房里的东西都给打包了，用他们的话说，就是放在这里也是浪费了。哎呀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我从来没有见到如此不要脸之人，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脸皮吗？跟别人打交道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付出了这么多还没有一点回报的。
我就不信，我不能把他们两个给骗住。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有那么多官府的人过来了？在外面这半个月吃的舒服吧？你们是真的一点心眼都没有长啊！你知道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吗？难道不是女人吗？难不成他们是男人？这脑回路啊，可以和小林大人媲美了。骗子！他们是两个骗子，专门骗你们这种蠢蛋的钱的。孩子不听话，多半是叛逆，有事没事的时候打一顿就行了。两位大人要是没有经验的话，可以问我。不说其他的，我这挨打的经验还是挺丰富的。我知道什么部位打起来最痛，而且还不伤人。我爹娘揍我的时候，我都把经验给记下来了。小祖宗，你回头看一眼，你爹已经过来了。小祖宗，你回头看一眼，你爹已经过来了。你别给我们传授经验了，你还是把这个经验用到自己身上吧。别说话了，你赶紧转头看一看，你爹已经开始找趁手的工具了。有经验是吧？教训别人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再长长经验。林默拔腿就跑，林尚书长腿一跨，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跟着。那软软的枝条甩在地上，啪啪的声音听着让人皮子一紧。他从头到尾这枝条都没有碰到林默身上，就是在快要赶上他的时候，在他脚边抽一下。虽然没有伤到身体，但是心理压力那是给的足足够够的了。小林大人，快跑快跑，快点啊！枝条快要抽到你身上了，林尚书离你还有1步远。给别人加油助威是吧？让你们给别人加油助威。不一会儿，逃跑的人之中又多了2个。这日子真的是越来越有趣了啊！京城里面也是越来越热闹了。可不是嘛！我觉得我们这一辈人之中啊，身体最好的就是林尚书了。就他这个锻炼身体的方法，我觉得他能长命100岁。此刻长命100岁的林尚书已经抓着自家小兔崽子回家了。刘大叔，买菜回来了呀？要给你孙女儿做排骨汤啊？不错不错，这个有营养。王大婶儿，你要去西城买点心呢，西城锦心阁好吃，其他家的都不怎么样。二狗子，又被你爹打了呀？巧了，我也是。别哭别哭，没事，回去认个错就好了。默默，你是把全京城的人都认识了吧？这人哪像是挨了揍要回家的样子，被拎着还要跟别人打招呼。还巧了，你也是。你是什么？我有打到你吗？我从头到尾都是往地上打，好不好？回到家后，爹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别人教育孩子的时候过去添油加醋。我也知道错了，我应该看好他，不应该在旁边嗑着瓜子看戏。可是我也阻止了他一次的，我还扯了扯他的袖子。然后他不听，你就在旁边看戏了是吧？我说你们2个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也幸亏大理寺少卿和吏部侍郎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要是遇到了小心眼的人，你们怎么办？人家的家务事你们掺和进去，这不是自己讨嫌吗？行了，你们2个就别跪着了，跪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，该犯错的时候还是一样犯错。我只希望你们能把我的话稍微听进去一点。听进去了，听进去了，我们全部都听进去了。这不关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就是去吃个饭而已，谁知道那2个人是骗子，我们也被欺骗了感情好不好？我居然还想让那个青枝来我们家做厨娘，他真的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啊！虽然他没有损失钱财，还在那个骗子家里白吃白喝了半个月，还被那骗子送了2把自己舍不得买的折扇，但是他的感情被欺骗了呀。娘，你看我爹把我给打的，不就是被抽了几下吗？你要多和小林大人学习。当然，他惹事的功力你别学啊，人家不会死，你要是惹事的话，你会死的。请问这是亲娘吗？爹娘，你们相信我，那真的就是一个饭馆。
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一个黑心饭馆？我现在都怕我吃进去的肉是人肉。娘，我应该没有吃人肉吧？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就想吐。我还在那里吃了半个月。管管你的儿子吧，就这个脑子，这以后可怎么找媳妇儿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放宽心。虽然咱们儿子有点过于天真了，但是他的运气还是一向不差的。古人不常说傻人有傻福吗？他可能就是这种。咱们儿子每一次化险为夷，好像都有小林大人的影子。你说小林大人会不会是咱儿子的贵人呢？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立马决定明天带着儿子去认干亲。这是搞什么呀？怎么突然要让你儿子当我干儿子？我不缺儿子呀！尚书大人，好好考虑考虑啊，麻烦了。林尚书啊，你真的好好的考虑考虑吧。咱们两家的关系也算不错吧，认个干亲也没有关系。这小林大人也多一个哥哥护着他呀。小白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他怎么一直想让笨美人认我爹做干爹呀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，听我给你细细道来。就是笨美人不是总是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？可是每一次都被你逢凶化吉了，然后吏部侍郎夫妇就觉得你是笨美人的福星，所以就想带着她来你家认个干亲。那这也不对啊，他想要沾沾我的福气，那不是应该来认我吗？干嘛要来认我爹啊？小祖宗啊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都比我儿子小，你让我儿子过来认你做什么？干娘吗？小祖宗啊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都比我儿子小，你让我儿子过来认你做什么？干娘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一个刚满16岁不久的丫头，总不能多一个比她还大2岁的干儿子吧？这不是笑话吗？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有点问题，他应该带着笨美人来认你做干娘了，这样关系不就更近了吗？干娘护着儿子，这才叫天经地义。难怪说你们两个能玩在一起，能够互相被绑定。就你们这两个的脑回路，要是绑定到了别人身上，那可不就完蛋了？要是这系统绑定到了别人身上，那估计都会意想不到对方的意思。侍郎大人，认干亲这个事情也不能草率。如果你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想来认这个干亲，那我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不管你认不认，能帮忙的我们还是都会帮忙的。毕竟自家这个混蛋在操心起别人的事情上来，那可真的是热心极了，主打一个随叫随到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让2个孩子多在一起玩一玩。我家这个小混蛋，哦不，小女儿平时就和她的小白混在一起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玩伴。要是没事的话，你可以让秦公子来找她玩一玩。我刚刚是听到我爹叫我小混蛋了是吧？我没有听错是吧？恭喜你，你没有听错。这天天嘴上骂习惯了，心里也骂习惯了，一时没有改过来。对呀，小林大人性格开朗大气，要是直接和他打好交道，那可能还更好一些。他总不能看着朋友被坑吧？尚书大人说的是我心急了。小林大人应该也不介意多一个玩伴吧？不介意不介意，好玩的人来得越多越好。什么叫做好玩的人来得越多越好啊？你当我这是给你送玩具来了吗？见过林伯父、林伯母、林海玲、林大小姐安好，我们来找小林大人。我已经让人去喊他了。和我家这个丫头一起玩，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她要是有什么过分的要求，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你们也可以阻止她、劝劝她。反正啊，自身的安危最重要。也真的是厉害了，三家父母强调的都是安全问题，可见林默在他们心中杀伤力有多大。老花老伴，你们俩终于来了，走走走，我今天带你们去玩个好玩的。那伯父伯母，我们就先走了，等有时间再过来拜访你们。他嫌弃我们的朋友古板，
自己倒是找了2个不怎么古板的朋友，就是有点太过于跳脱了。让你们看看我的秘密基地，是不是特别的帅？你这秘密基地有点简陋啊，多久没住人了？小林大人，你怎么在这么荒的地方有个宅子啊？这都已经偏向郊外了。我记得这个地方好像是以前有灾害的时候，朝廷建起来给难民住的吧？你这个宅子应该也是吧？可不是嘛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非得把自己的秘密基地设在这里，里面毛都没有，而且后面不远处就是一个百姓家的茅厕，真不知道他怎么选的。给我闭嘴！秘密基地当然不能在人比较多的地方啊，反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很好玩就行了。往前面走不到1里地就是一个桃园，我让我爹给买下来了。往左边走是一片菜地，我姐姐买给我的。郊外2里有一个小庄子，是我哥哥送我的，我娘出的修缮的钱。这个秘密基地可是处于这3个位置的中心，想去哪里玩都可方便了。你有这么多财产了吗？嚯，你爹娘和哥哥姐姐对你太好了，我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，还得靠着我爹娘。没想到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小林大人才是最富的呀。小林大人，你真的是全京城里最独特的一个女儿家了。这就是上一次我从那2个骗子家里边搜刮的菜，我全部都放到这里了。来来来，今天我们玩一个厨艺小游戏，你们2个会做菜吗？家里都有人专门做菜，男人会做菜的很少吧？谁说男人会做菜的很少了？白小就会做菜啊，而且我爹也会做菜，我哥哥也会做菜。你们还不懂，男人会做菜很有魅力的。来来来，我教你们。默默，别玩了别玩了，我闻到了瓜的味道，就在那个茅厕那里。快说快说，什么瓜？我们能不能现场去吃？偷情瓜。茅厕前面那户人家的女人和一个野男人偷情，就在茅厕里面。那个女人的相公还在旁边的菜地忙活，你说胆子大不大？他们就不觉得茅厕里面臭吗？这茅厕可都是旱厕。这会儿就不知道了，走走走，咱们赶紧现场吃瓜去。你们还不知道茅厕在哪里吧？我先带你们去认一下茅厕，等会儿你们要是想解手的话就自己去。啊，我们好像撞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真的是太糟糕了啊！要不我们过去看一看吧？谁会在茅厕里干这样的事情啊？这绝对是在偷情。该不会是这户人家的女人在偷情吧？那个不远处忙活的男人就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。 4个人真的是各演各的，关键是还都没有发现对方的不对劲儿。真的是这户人家的女人跟别人在偷情，真的是太糟糕了。男主人人可好了，还给我送过果子。来，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。这几个小鞭炮发给你们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各位，咱们任务成功。哎呀，你们俩又去哪里玩了？多大个人了，还把身上搞得这么脏？你就是带着他们去我的秘密基地烤番薯了，我还带了4个回来了。爹娘，你们尝一尝，另外2个给哥哥姐姐。除了烤红薯，还干了什么？真的没有干什么，就带着他们去烤了几个红薯。还看了别人偷情，帮别人抓了奸，还炸了人家的茅厕。什么东西？看别人偷情，帮别人抓奸，还炸了人家的茅厕，你们怕不是想上天？你们说小林大人带着你们去捉奸了，那堆人直接在茅厕里面偷情，小林大人带着你们去炸了茅厕，把那2个人炸出来了。爹，你是不知道有多好玩，小林大人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他身上带了好多的小鞭炮，而且他的准头特别的好，扔小鞭炮的姿势也特别的帅气。你们没有被发现吧？没有，我们找了一个小土坡隐藏起来了。爹，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找小林大人玩了，是不是也觉得小林大人很好玩？
他会的东西真的好多呀。完了，好像把人给送错了。你明天让人把墨儿今天去玩的那个宅子给修缮一下，把里面的物品也给置办一下，再安排2个人守在那里。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这么乱的事情发生，他是真怕出现意外。放心吧，今天这小混蛋回来，我就让人去安排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安全最重要。他考虑的还多一些，肯定不能让人守在宅子里面，那就得在附近安排几个人守着，最好生活在那里，时时的盯着，装作附近居民的样子，这样既能够不被发现，要是遇到了危险还能够及时赶到。小林大人，你在我身边学习了，现在也该慢慢上手了，你不如开始学着记录一些事情吧。就是日记呗，我天天都写呀。说着，他就从怀里掏出来了一个小本子，早上起床什么心情也写了，早上吃的什么东西也写了，包括拉屎便秘都写了，还有面对各种事情的感想，确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日记本。小林大人，这样的东西我能随便交给别人看的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不能？怕他学我一天的生活吗？我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给别人看了，你连拉屎的地点、拉屎的时候都要往里写，万一有些变态去你拉屎的地点蹲你呢，你还是要注意一点。有道理啊，还是我的安全感不太高。不过我在家里面应该没人会去蹲我吧？谁想知道你这个呀？还有，你是一个姑娘家，怎么动口就是这些粗话？林家父子2个人已经习惯了，面对大家看过来的眼神，他们还能够很正常的看回去，那个眼神格外的坦荡。哟，这是小林记录的事情啊，这一天记录的还挺清楚的呀。朕最近正好缺一个记录的人，李公公那个徒弟最近生病了，小林爱卿要不过来忙活2天？所以这就让我干活了吗？不是说好我天天摸鱼就行了吗？这是欺诈。所以这就让我干活了吗？不是说好我天天摸鱼就行了吗？这是欺诈。小林爱卿也不需要太担心，就是过来忙2天而已。朕也知道小林爱卿是李大人的左膀右臂，等事情好了之后，就让你回来继续帮助李大人。林默呆呆的点了点头。小白，我们能够去皇宫玩了，开不开心？兴不兴奋？我还能够见识皇帝的一天是什么样的。那你多带点吃的，皇宫里的吃的没有你家的好。你要不要这么诚实啊？他们当然知道皇帝是想看乐子，但是他们就怕自家这个小混蛋把皇上当乐子。皇帝到底是怎么敢的？居然敢把这小混蛋放在自己身边。默儿去皇宫，万一惹祸了怎么办？你怎么当时就不知道阻止一下呢？当时那个时候也不是我能拒绝的呀。夫人，你也不必太过于担心了，皇上就是让默儿过去玩一玩而已，怎么可能把活真的交给他？就2天的时间，默儿很快就回来了。皇帝确实是没有真的把活交给林默，说是让林默记录，但是真正记录的是另外一个小太监。看着这一大包吃的，林家人这个心情一下子就平了。得了，他们在这里担心，这个小混蛋完全不上心。爹娘哥哥姐姐，我走了啊，你们不要想我，2天后我就回来了，我一定会把皇上派给我的活干得漂漂亮亮的，等回来我们就庆功。末时下午2点，皇上打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嗝，大葱味的。那个小林大人呐，这个事情就不用记了。为什么不要记？皇上的事情不是大事小事都要记录下来的吗？默默，你不用听他们的，你就记，这些可都是要记下来的。前朝的皇帝那是1天12个时辰都让人记录得清清楚楚，吃什么菜吃什么饭，什么时间上厕所，上厕所的时间，
包括连便便的形状都要记下来，因为那个皇帝特别的怕死，要是生病了可以根据这个马上找到病因，所以那个皇帝活了92岁。这么厉害的吗？这么厉害的吗？果然，人还是要活得谨慎一些比较好。活得谨慎，就是对自己负责啊。其实也不是不能记，生命安全最重要，不是吗？真的不用进去吗？不用记录吗？怎么想着把小林大人调过来做事情了？你哪来的胆子呀？现在好了，你睡觉人家都要守着你睡。真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情况。刚刚我出宫，他差点就跟着我进来了，还好李公公给拦住了。他还和我说，前朝的皇帝这些都是要记录的。真的是太尴尬了，以后还是让小太监来记录这些事情吧。里面有专门的小太监记录，这个事情就不劳小林大人费心了。小林大人毕竟还没有出阁，在这个事情上也不太方便，不如小林大人早点去休息吧。今天那个病了的小子就回来了，他那个病恢复的比较快呀，不如小林大人早点去休息吧。今天那个病了的小子就回来了，他那个病恢复的比较快呀。这样啊，那我就先回去睡觉了。虽然明天那个人生病好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在皇宫里玩一天。这事都说好了，让我在这里玩2天，不能反悔啊。唉，干活真累啊。你看你今天写了这么多字，手都写累了吧？那个小太监确实病快好了，就是一点小小的风寒而已，不过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今天李公公突然派了很多人去照顾这个小太监，又是熬药又是伺候，难不成这个小太监有什么特殊的身份？可是这也不对啊，要是这个小太监有什么特殊的身份，那我不可能不知道，这个小太监就是普通的小太监啊。难不成这个小太监跟李公公有关系？就像上一次李公公突然冒出来的那个儿子一样。你们两个的思维能不能不要这么发散呢？我儿时就入宫了，你们又想给我搞出一个儿子吗？师徒关系呗，和你一样，不过人家是真正的徒弟，不是你这个冒牌的。可不是，这个阉割圣手的名号还是你给我弄来的呢。快点快点，把吃的都拿出来，今天一天真是饿死我了。还好听了你的话，带了点吃的过来，不然真的要饿死了。皇上吃的东西怎么还没有我家吃的好呢？之前在宫宴上面吃的东西味道还不错呀。那办宴会肯定要尽心尽力一点啊，好歹是皇家宴会，这自己吃的就没有宴会那么好了，毕竟得省着点吃饱就行，一切安全为重。确实，看到皇上吃的东西都是先有小太监吃了之后再给他吃的，那这么说来，他吃的都是别人剩下的了。白晓停顿了一下，仔细的想了想，好像也是。吃完饭之后，两个人就睡觉了。你睡觉安分一点儿，不要堵着我的鼻子了，经常睡着的时候给我憋醒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么么哒，赶紧睡觉了。人呢？早朝不上了？那小丫头该不会是还没有起床吧？好家伙，被4个宫女抬着，林默还睡得呼噜震天响呢。早啊，你们干嘛都在我房间啊？我是在做梦吗？怎么做梦还梦到皇上了？果然是日有所见，夜有所梦啊。赶紧收拾收拾，准备去上朝了。我说你这个人啊，怎么比我这个皇帝过得还要舒服呢？我在家里都是被我爹和我哥哥扛过来的，这大早上怎么起得来嘛？你说那个臭丫头昨天晚上没有惹事情吧？今天早上万一其他人叫她不醒怎么办？爹，你就别转来转去了，再怎么样皇上都不会和那个家伙多计较的，他什么样的德性谁还不知道啊？反正就这2天的时间，他总不能把皇宫给搅得天翻地覆吧。在正式上朝看到人的时候，这2个人才彻底放下心来。这皇宫怎么照顾人的？
怎么一天不见，这小混蛋看上去精神都不好了，而且感觉都瘦了。皇宫的伙食有这么差吗？这皇宫怎么照顾人的？怎么一天不见，这小混蛋看上去精神都不好了，而且感觉都瘦了。皇宫的伙食有这么差吗？他早上的精神不是一向都不怎么好吗？你们这个滤镜开的有点太大了吧？而且就一晚上的时间不见，就算是不吃东西，应该都瘦不到哪里去吧？我们还是回家吧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在家里睡。虽然皇宫挺不错，但是早上还要自己起床。我也想今天晚上回家睡，所以等会儿就在皇宫好好的玩一玩，下午就回家。请问你把皇宫当成什么地方了？想玩就能玩的吗？今天有点没精神，不如吃个瓜精神精神。就赶紧说说呗，我现在真的是又饿又困，不想吃饭。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花孔雀和笨美人两个人凑在一起，把大理寺少卿府的茅厕给炸了。当时大理寺少卿就在里面上大号。这可真是个大孝子啊！大理寺少卿那个脸黑的呀，还不是和这个混世小魔王学的。他们两个说是要找一下那天和你在一起玩的感觉，然后就找到了一个没人的茅厕，刚巧大理寺少卿在里面一边看书一边上厕所，然后就从天而降几个炮竹。这个真的是灭霸，我都不敢干这样的事情，他们居然给干了。我要是在我老爹上厕所的时候炸他，他当场就能够把我塞进茅坑。这个时候就不要拿我举例子了，行不行？不要什么事情都往我的身上带入。我虽然平时会惹一点小祸，但还是有分寸的。什么人可以惹，什么人不可以惹，那我可是分得清清楚楚。在我家的话，地位最高的是我娘，然后是我姐姐和爹，最后是我哥。我哥打人也是最轻的。我姐虽然看着温柔，可是揍我的时候，那可就一点都不温柔了。都说了，让你别带入自家了，别再让你破坏你姐姐的名声。下朝之后，看着屁股后面的小跟屁虫，宣德帝那个愁的呀。林默呀，要不你自己去转一转吧，去皇后宫里或者是其他妃子宫里转一转都行，他们都对你很好奇呢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先把这个混世魔王给支走再说。至于皇后他们，他相信他们可以对付这个混世小魔王的。当初是你自己要把人留下来的，现在搞不定了，就要甩给皇后和其他娘娘。皇上你可真坑啊！小白，后宫的娘娘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吗？还可以吧，至少比你们皇帝这里好玩，去逛一逛也行。赶紧去通知一下皇后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记得把贵重物品全部都给收起来，万一给这混世魔王摔了怎么办呢？皇上放心吧，就算是小林大人真的摔了什么东西，他也是能够赔得起的，他貌似比您有钱。宣德帝听了扎心了。来来来，小林大人，这些点心都是我亲手做的，还有这个鸡也是我们自己养的，来尝尝看。小白，我感觉我简直到了天堂，这些娘娘们长得真的好看。皇后娘娘端庄大气，德妃娘娘清雅妩媚，安嫔娘娘清丽可人，其他的娘娘们也是各有特色。虽然这后宫的妃子不多，但是各种类型都有啊。皇上真的好福气。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我感觉皇上有点配不上这些美人。皇上配不上，就你配得上是吧？只可惜你没有这个硬性条件。美人姐姐是美人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沉浸在这些美色之中，别忘了咱们今天还要回家的。这一上午的时间，林默在这里都快要乐不思蜀了。宣德帝处理完事情，本来想着来后宫看一看的，结果一到皇后的宫里，看到的就是自己所有的妃子围在林默身边，各种温柔小意。他都从来没有这种待遇，凭什么呀？喝水有人喂，吃东西也有人喂，
还有人给他讲笑话。后宫着火了呀！他都是第一次知道后宫的娘娘们还能这么温柔。你们在这里玩得挺开心的呀，看来正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该干嘛就干嘛吧。本来他以为讲了这句话之后，这些人能够消停一点，或者是他的女人们都会围到他的身边来。小林大人，这个鸡汤还不错吧？等会儿回去的时候捉2只鸡回去。我想吃鸡的时候，你们怎么这么不愿意呢？还想让他带走？小林大人，这个点心我看你挺喜欢的，我让人打包了2份，等会儿再回去吃啊。你居然不知道给我做吃的？我都不知道上一次吃你做的点心是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还做了给他打包带走。淡定点，淡定点，你和一个小姑娘计较这么多干嘛？小林大人多可爱呀！我现在还不够淡定吗？我的妃子们都被他给抢走了。皇上，娘娘们实在是太好了，你真有福气。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怪呢？这皇帝到底是图什么呀？居然还把人给放进后宫，这和老鼠进了米缸有什么差别？皇帝呀，你硬气一点吧！你要是再不硬气的话，你妃子就被拐了。还摸，平时摸我的手还没有摸够吗？朝三暮四的小混蛋！什么叫做我硬气一点？你就不能硬气一点吗？早点把你家这个小混蛋给我带走吧！要是知道他进后宫像是老鼠进米缸，我怎么样都不可能让他进来。你这个小系统啊，真的是福纲不正，长得这么人高马大的，天天被牵着鼻子走。大气一点儿，我只是和娘娘们的关系比较好而已。我们女孩子都是这么交流的。女孩子们手拉着手怎么了？女孩子们还可以手拉着手一起去上厕所呢。皇上啊，要不咱们还是先走吧，等小林大人离开了之后再回来。哼，朕凭什么要走？朕是皇帝，皇后是朕的妻子，他们是朕的妃子，朕是他们的丈夫，凭什么让朕走？要走也是他走。咱们好像赶上好时候了。可不是嘛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让父皇吃瘪吃成这样的人。母后和各位娘娘们，感觉好喜欢小林大人呀。我母妃都没有这样对过我，她居然还抱林默，她居然还喂林默吃东西。赶紧找机会把这个混世魔王给带走。难得见到这样的一副大场面，干嘛要把人带走？哎呀，今天这个地的地板看起来挺好看的呀。父皇干嘛瞪他？他最近好像没有干什么事情吧？3个儿子，2个精明的看戏，这个傻的看不懂他的眼神，糟心呐。默默，玩够了也该回家了，你爹和你哥哥已经在宫门口了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各位娘娘，下次再见。没事没事，我把这个令牌给你，以后你可以随意出入宫闱，你没事的时候也可以过来看看我们。我们在这后宫也挺无聊的。哎呀，小林大人真的是一个活宝，希望他明天也过来玩。你们不是还要赚钱吗？他要是天天过来玩，你们还有赚钱的时间吗？呀，哥哥，这些都是后宫的娘娘们给我的，她们可喜欢我了。可不是嘛，饭来张口的，左边抱着这个妃子，右边抱着那个妃子，还有个妃子伺候你吃喝，还有个给你讲故事，皇帝都没有你那么爽。不是，你直接抢了皇上的后宫啊！我这叫做人格魅力大。是，就没有见过你这么讨女孩子喜欢的姑娘。我看皇帝坐在旁边都快有气冒烟了。当天晚上，林默就让后厨把那2只鸡给烧了，老鸡用来炖，稍微嫩一点的就用来煮。这些可都是后宫的娘娘们手把手的伺候出来的菜呀，除了皇上，应该没人吃过吧？我也没吃过几回呀，平时都是靠偷菜偷鸡。吃啊！你们怎么不吃啊？这个鸡可好吃了。这个鸡炖的特别的入味，煮的也特别的香。是啊，
这可才是真正的走地鸡，满皇宫跑地鸡，有谁能够吃到这样的鸡啊？这鸡确实是和我们平时买的不一样，我们要不也在庄子里面养一些鸡鸭鱼肉吧？平时要吃的话，就让庄子送上来。还用你说，早就养了，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长大而已。你们不能这样，给林墨怎么就能够吃呢？朕可是你们的丈夫。皇上，您要是想吃的话，直接让御膳房做不就是了吗？御膳房鸡鸭鱼肉不都是有吗？干嘛非得盯着我们养的鸡？你也知道，我们养的鸡不多，今天又吃了这么多，又送了2只出去。要是再吃下去的话，这个数量就对不上了。新的小鸡还没有孵出来呢。你们这就是偏心，偏行至极。我可是皇帝，至高无上的皇帝，我总不能还比不上那个小丫头吧？您确实是皇帝，但也是最没有钱的皇帝。都让姐妹们自力更生了，您还挑剔这么多干嘛？话说，你最近好像又藏了一些钱，是吧？不是，皇后怎么知道的呢？她就是藏了那么一点点钱而已。作为一个皇帝，身上没有钱那也是不行的。所以皇上您自个儿存下的钱就自个儿留着吧。平时给臣子赏赐东西的时候，也不要总是赏赐什么牌匾什么的了，也赏赐一些小玩意儿。每年全国各地不是会上贡上来很多东西吗？您也不要总是把这些东西卖了换钱。现在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，国库也有钱了，该留的还是得留一下，皇室脸面还是得维护一下。这不是每年都卖东西卖习惯了吗？这一下子富起来了，心里有点改正不过来呀。喂，小白，避暑山庄真的凉快吗？他还从来都没有去过避暑山庄呢。前世在电视和小说里面看到过，每到夏季，皇帝就会带着后宫嫔妃去避暑山庄避暑。特别是小说里，一到避暑山庄避暑，就是一个重要的剧情节点，谁能够被带去那儿，就说明谁得宠。还好吧，就是比皇宫凉快一点儿，树多水多，通风系统做得比较好，而且冰库也大，储存了很多的冰，反正比皇宫凉快。毕竟皇宫都是一些高墙红瓦，植物遮盖的也比较少，肯定热啊。那有瓜吃吗？那边有瓜吃吗？放心吧，人多的地方瓜就多，而且你们这一次也很多人去的。你要是想吃瓜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讲一个。快，赶紧来一个，好久都没有吃过大瓜了。密州刺史要上京述职，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不过他现在遇到了一个大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你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。他在路上救了一个女子，然后被人给骗了。这人官是个好官，也很廉洁，但是做事比较死板，来的时候不多带一些人，现在连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。那个女子是一个惯犯，人家把她救了之后，他就马上给人家下了药，然后扒掉了她的衣服，还故意大吵大闹的吸引所有人过来看。密州刺史这个人吧，嘴笨也不知道解释，最重要的是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也不见了，然后他就被抓了。被抓的时候连条裤子都没有，就穿着一条亵裤被抓的。不是，他手底下的官员都是这样的吗？堂堂一州刺史，这么蠢的吗？那他现在怎么样？人没事吧？可能傻人有傻福吧。他被抓的时候正好被树典刑。你知道树立典刑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那批犯人都会被送往京城，他也和那群犯人一样被送过来了。这群犯人都会交由京城来判罚。他真的很难得有无语这种情绪，但现在他心里是真的很无语啊，糟心啊，造孽呀。你放心，他要呈送给皇上的奏折没有被那女的弄走，也没有被人查到，他把奏折缝到了械库里面。心里的感受更加复杂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看他是个好官的份上，咱们去救他吧。这个事情我也不好告诉其他人啊，总不能说我知道这些犯人里面有一个朝廷命官吧。
还好这人脑子瓜子该聪明的时候还是聪明的，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丢掉。我觉得不用你，把犯人送到了之后，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谁了。认识密州刺史的人不少，这些人应该会被送到大理寺。大理寺少卿认识密州刺史，我这个时候能说不认识他吗？好丢脸呐！看到那个气势最端正的没有？那就是密州刺史。虽然浑身脏兮兮的，但是看得出来是一个正派人。看这个人的长相就知道，这个人很死板，很古板。大理寺少卿、刑部尚书两个人早就在后面等着他了。林默也听着白晓的话，找了个地方偷偷的混了进来，在旁边偷听。哎呀，你是怎么把自己给搞成这样的？不就是上京述职吗？你身边的人呢？身边跟着这么多人干嘛？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呢，我都让他们各归其位干活去了。我有手有脚，干嘛要这么多人伺候啊？是啊，你有手有脚，结果被一个女人给骗了，还被当成犯人押送到了京城。小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淡定的人，他难道就不怕自己在路上出事情吗？听到一个姑娘家的声音出现，密州刺史愣了一下，然后看向了屋子里的其他两个人。其他两人冲他微微的点了点头。所以我说这个人是个好官呐，但是古板也是真的古板，脑子不转弯的那种。奏折拿出来吧，你总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丢了吧？哎呀，能否借我一把剪刀啊？我要去里面一下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皇帝的。首先，当皇帝的度量必须大，而且承受能力得极强，不管是什么，忍受能力都得强。谁说不是呢？不然天天在朝堂上面被那个大臣说，被这个大臣说，这要是心不放宽一点，早就被气死了。这个奏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。请两位大人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把这个呈送给皇上。你和他的关系比较好，你帮他把这个送给皇上。关系好是关系好，但是也没有到那种程度。你是刑部尚书，你来。想不到大理寺少卿和刑部尚书功力居然这么深厚，他们居然还会无影手。你看他们的手都挥出残影了。不是吧？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是想拒绝呢？不是吧？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是想拒绝呢？虽然吧，这个奏折味道有一点怪，但这里面写的东西那可都是实打实的事儿，都是需要给皇上看的。他现在这个形象也不能去见皇上呀，见皇上必须得沐浴更衣，穿戴整齐，这随便耽搁一下时间就长了。两位大人看看谁去送一下，这上面写的事情都很重要，还是尽快送到皇上手上比较好啊。大理寺少卿和刑部尚书对视了一眼，两个人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，然后装作不在意地看上了某个角落。哎呀，小林大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呀，被发现了！小林大人也认识密州刺史？不认识啊，不过在外面看热闹的时候，看到他被一个人带进来了，我就跟着进来了。这个人看起来挺正派的，我觉得应该不是犯人。那可真是谢谢你的夸奖了。那可真是谢谢你的夸奖了。小林大人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吧？现在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想请小林大人帮忙。密州刺史是上京述职的，中途遇到了一些意外，他手上的这个奏折现在急需要呈给皇上，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吧，也不好去见皇上。我和刑部尚书两个，你也知道，最近送过来的犯人比较多，这段时间我们也忙得很，所以能不能请小林大人帮个忙，把这个奏折送给皇上？不是，我就是过来吃个瓜而已，怎么还给自己揽了一份活呢？你太倒霉了，他们两个都不愿意送，所以把这个事情推到你身上，你赶紧找个借口拒绝呀。不过这两个人的眼神倒是挺好的，
居然看到你了。早知道就往里面躲一躲了。小林大人，拜托了，我们先带着严大人去换个衣服，等会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。不就是让你们送一份奏折吗？干嘛要这么互相推脱，还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孩子身上？还说什么说呀？反正把东西交给这个混世魔王就行了，给我们还不如给他呀。什么东西到他的手上才是最安全的。哎呀，我的手脏了脏了，这个奏折是什么味道啊？爹，你快来救我呀！没事没事，那个东西把这个玩意儿给装起来吧。你只是碰一碰人家皇上还要看呢，而且还要仔仔细细看，还要在上面批注。这么一比较，你的心情是不是就好一点了？好个屁！我就是过来吃个瓜而已，为什么要碰这个玩意儿？自从我当官以来，我还没碰过奏折，这玩意儿我写都没写过。林默直接在外面找一块木板，然后把这奏折放到了木板上，双手捧着木板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皇宫。哎呦，皇上，你快来救命啊！你能不能自己过来拿？我为什么要遭这种罪？我就是纯粹的过去吃个瓜而已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皇上啊，皇上啊！前面那个带路的太监满耳朵的都是皇上啊这三个字。人未到，声先至。宣德帝本来正在处理公务，结果突然就听到了各种皇上呀皇上呀的喊声。谁的声音这么凄厉？怎么还这么熟呢？小林大人，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的惨叫声怎么这么凄厉呀？启禀皇上，密州刺史的奏折已送到，请三皇子帮忙呈送。你这送过来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差点被奏折对脸的皇帝一脸的懵逼。果然还是别人倒霉，看着心里痛快。皇上，这是密州刺史费尽心思送过来的奏折，他现在不方便来见您，所以就委托我把这个送过来了。我呸，委托我才怪了，分明就是把我抓壮丁了。明明是要大理寺少卿或者刑部尚书送过来的，那两个人嫌弃臭，就把我给抓了。我只不过就是凑热闹去吃个瓜而已，今天运气是真不好。没事没事，咱们在这里看事也一样。等会儿你就找机会在这里留着，就看着皇帝怎么批阅奏折，看他怎么憋。真的，我还挺好奇你们皇帝能不能憋住的，还可以屏住呼吸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能够憋多久。你礼貌吗？这混世小魔王总算是被惩治一回了。大理寺少卿、刑部尚书做得好呀！妈耶，眼泪都要出来了，不是被感动的，是被熏的。和他们一对比，我其实送过来还好了，而且我还是放在木板上送过来的，就是大理寺少卿塞在我手上的那个，瞬间我碰到了。我看到皇上的脸都在抽搐，还有他那个颤抖的手指，你们皇上真是个好皇上。太子，密州的这个事情全部交由你去处理，老二辅助你大哥。我就知道父皇是绝对不会让我们轻松的。一个奏折害了多少人呐！爹娘，你们说大理寺少卿和刑部尚书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居然让我去送奏折，我这个小小的官，他们真的不怕出事情吗？慢点吃，慢点吃，谁让你去偷听的？你要是不去偷听，不就没这些事情了吗？不过这是件好事，就是苦了密州刺史这一路了。他在外的名声还不错，就是为人有些古板。你以后见到他离远点，你以后见到他离远点。放心吧，爹，他看起来太古板了，我不和他玩，我和你玩的最好啊。本来是嘱咐你，怎么被你这么一说，就感觉我们好像嫉妒你和人家玩的好一样。你不是和我玩的最好吗？我们两个可是形影不离，谁都不能够越过我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说错了，我和你世界第一好，
我和其他人都是假玩。爱卿上京的这段路程辛苦了，奏折朕也看了，该需要处理的事情也让太子和二皇子去处理了，很快事情就会有结果的。严大人今天看起来精神好像还不错呀，比昨天看起来精神多了。这严大人人是真的不错，其实如果他要是花点心思，也不会这么快被抓起来。只是他听说这犯人要是被送往京城的，所以他就没有挣扎，反正都是要来京城。大哥，其实你真的可以再挣扎一下的，没有必要被当成犯人送来京城吧。有没有江南的官员上京述职啊？听说江南出美人，长得有多好看呢？有没有我爹娘、大哥大姐好看？你这思维跳脱的倒是挺快的呀。你想多了，虽然江南地区出美人，但是绝对比不上京城，毕竟谁不喜欢往皇都走呢？只不过那边长得好看的平均值比较高而已。你爹娘的颜值在这里算是顶尖的了。我就这么和你说吧，你娘要是早生几年，估计都会被先皇选入宫中。咦，那我得庆幸我娘生的晚。就先皇那样的，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他根本就配不上我娘亲。别说配不上我娘亲了，就是随便一个正常的姑娘，她都配不上。她能够生下皇上这么好的儿子，那都是老天开眼让她中大奖了，不然这个皇朝迟早毁在她的手上。这么一个自私的人，潇洒了一辈子，这是拿国运在玩啊！玩归玩，结果把国库还给玩贫穷了。要不是皇上是明君，他们大庸估计真的要玩完了。这个小林大人确实是有一点放肆，居然敢随意评判先皇，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其实皇上也挺想吐槽他那个老爹的，就没有见过这么坑儿子的人，既坑儿子又坑国家。所以每次林默说先皇的不是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是真的太开心了。爹，我真的没有银子了，我今天还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呢，我总不能蹭人家吃的喝的吧？昨天才给了你钱，今天又要？你和小白不是时常都出去赚钱吗？钱呢？这不是给娘亲买礼物了吗？我还给爹爹你也订了一个砚台，不过要过段时间才能去拿。不要在外面乱玩，早点回家。林默拿到钱之后，开心地抱着自家老爹的手臂摇了摇，正准备走呢，结果一转身就看到了古板的严大人。这个密州刺史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我好像没有得罪过他吧？我昨天还帮了他的大忙呢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人的脸色看起来也太吓人了吧？不知道严大人有什么事情？这人又抽什么风，又有什么毛病？没事干嘛吓孩子啊？我在密州就听说过小林大人了，林尚书也该多管教管教小林大人，有时候太过于宠溺孩子，也会害了孩子。小白，这个人没毛病吧？他这是不是恩将仇报？昨天要不是我去送奏折，他以为他能够这么好的休息一晚上吗？他居然向我爹告我的状。我爹宠我又怎么了？他自己没有爹吗？他爹不宠他，他就怪我爹宠我吗？可能这个大人觉得你太没规矩了吧？他出了名的古板，比你们家隔壁那个刘翰林还要古板。但是这话说起来也确实挺难听的。不过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爹确实也不怎么宠他，他爹更宠他弟弟。我觉得他这是在嫉妒你，不用管他，嫉妒使人丑陋，他会越来越丑陋的。这两个小混蛋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简简单单的生活也好。小林大人年纪也不小了，有些事情也得懂得一些了，规矩不可破，希望小林大人以后行事做事要有所规范。你有毛病啊！你不要仗着年纪大就在我面前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。我爹都不管我，你凭什么管我？规矩是什么？规矩是国家律法，我有杀人犯法吗？我说你这人真是奇怪了，
昨天要不是我帮你送奏折，你以为你今天还能这么舒舒服服的站在这里吗？看你是个好官的份上，我才帮你一下，你可别给我得寸进尺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严大人管的事情有点太多了吧？我家木耳虽然爱玩，但是也并没有严大人说的这么严重。规矩这个事情可大可小，严大人喜欢把什么事情都用规矩框起来，不代表别家也是这样。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教的，就不劳大人费心了。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教的，就不劳大人费心了。不是约了和别人出去玩吗？早点去吧，别让别人久等了。今天这个人的话你不用管，就当是耳旁风。哼，老古板，这么古板，难怪你妻子女儿都不喜欢你。你走的那一天，你家人还放起了鞭炮呢，活该。嘿，他这么讨人厌的吗？连妻子儿女都不喜欢他？可不是嘛，又古板又容易心软，受委屈的全部都是自家人，在外面当烂好人，自家人规矩特别多，这样的男的我瞧不起。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，直接让周围路过的官员们都听见了。严大人白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你干嘛？我可没有对你动手，是你欺负我女儿的，想不到你居然要用这样的手段陷害我。是你欺负我女儿的，想不到你居然要用这样的手段陷害我。林尚书看到太医来了之后哼了一声，一甩袖子就走了。他就知道这人这么多年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，但是没想到他还转移目标了。这人这么多年没被暗杀，也真的算他福大命大了。朕看这严谦真的是越老越古板了，人家林家妇女招惹他了吗？现在谁不知道林尚书夫妇是个宠孩子的？你当着人家的面这么说人家的女儿，还说让人家好好的管教女儿，这要是遇到一个脾气暴躁的，当场就打人了。皇上不要生气，严大人这脾气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都没有改变，改是改不了的了。不过皇上最好还是请他过来把事情说一下，免得他到时候在小林大人那里说漏嘴，那这就耽误大事了。最近他发现自己的姐姐总是出门，以前除了他那些好姐妹举办的宴会，姐姐可是难得出门一次。可是这段时间3天2头就出门，本来他还没觉得有什么，可是昨天他居然发现姐姐在绣荷包，而且布料的颜色很沉闷稳重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女孩子用的。你猜的没错，你姐姐在外面有狗了。这个狗长得好看，前途光明，还是你父亲的得意门生。不是，我姐姐才多大，她才10几岁呢。那个男人他是变态吗？长得好看又怎么了？我们家人长得都好看，前途光明，我们家现在前途不光明吗？还有我爹，怎么受一个这样的得意门生，居然勾引他女儿？你是不是忘记了，在你们这里10几岁就可以成亲生子，你姐姐18了，这里的姑娘17、18岁基本上都可以嫁人了。你赶紧告诉我，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？有没有犯过什么事儿？绝对要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给说出来，从小到大的事情全部都给我说出来。能够娶他姐姐的人，他绝对是世上最完美的人，差一点点都不行。这个男人叫季千华，字之衡，今年20岁，镇南王义子，被称为常胜小将军，自幼跟着你爹爹学习，武艺高强，长相俊美，无不良嗜好，无小妾通房，而且从小就暗恋你姐姐。季千华，好啊，原来是他，难怪这家伙在他小时候总是3天2头给他送吃的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就是因为这混蛋，他小时候有段时间都胖成了肉球。左想右想，没想到居然是兔子吃了窝边草。这家伙小时候把我害得可惨了，他为了见我姐姐，
总是给我送吃的。你也知道我比较贪嘴，我7岁的时候简直胖成了一个肉球。要不是他把我喂得这么胖，我跳进我爹怀里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会把他撞骨折啊？要不是他把我喂得这么胖，我跳进我爹怀里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会把他撞骨折啊？都是那混蛋玩意儿。他就说这人怎么总是给他送吃的呢？而且每次都送到了他心坎上，送完了之后人就不见了。现在看来绝对是去找他姐姐了。这里怎么能怪得了人家呢？别人又没有逼你吃，你自己长得这么胖，怪得了谁啊？要我说，你爹是真宠你，你那时候都7岁了，还把你抱来抱去。不对，他现在也把你拎来拎去。哼，我姐绝对不可能看上他的。我姐怎么可能会看上一个大老粗呢？虽然他的颜值勉强达到了我们家的标准，但是他还是没有我们长得好看，他会拉低我们的基因。哎呦，这么操心干嘛？你姐姐的事情用你爹娘操心呢。而且这个人是真的很不错，脾气性格可好了，睚眦必报。那这个性格还可以，那种软柿子或者是窝里横的绝对不行。想不想吃瓜？今天季千华约着你姐姐出去吃饭了。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，他还把花孔雀和笨美人2个人也找了过来。要是那个季千华对姐姐动手动脚，他就把这2个人推上去打他。你现在已经回到京城了，有什么打算？镇南王也会回来吗？父亲也会回来，边境已经平定下来了，而且还得和皇上禀告边境发生的事情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走了。他怎么黑成这样了？这一眼看过去，就是看到2个眼珠子和一口大白牙，这么丑，可进不了我家的门。那丫头怎么来了？虽然这么多年都没有回京城，但是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还是知道不少的。确实是挺黑的，不过他的牙是真的白啊。这人绝对别有居心，他是不是就想把我姐姐给喂胖，就像小时候喂胖我一样？我姐姐胖了之后就不好找对象了，就只能嫁给他了。你真的想多了，而且你小时候长胖纯粹就是因为你贪吃好不好？我也不只是给你一个人送吃的，你们3兄妹我都送了，谁知道你一个人吃3份，我也没有逼着你吃啊。你这每次都一个人吃3份，你不胖谁胖啊？胖了之后还不允许别人说你胖，还逼着别人夸你苗条，不然你就用泰山压顶去压别人。所以你每次问我的时候，我就只能说你没变胖啊，这能怪我吗？这丫头这么多年了，真是一点都没有变，这胡话张口就来。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，虽然晒黑了一点，但是男人黑一点也没什么吧。而且我看你姐姐的态度，好像对对方还挺满意的。什么满意？这人就是有心机。你不知道他小时候多可恶。小时候我让他偷偷带我出去玩，他口口声声答应了。我好不容易爬上了墙，准备翻下去让他接着我，他被我姐姐一叫就屁颠屁颠的跑了。我在墙上挂了1个下午。季千华摸了摸鼻子，有点不太敢和林然对视。林家兄妹2个对林默那可真的是打心底的宠爱。虽然说后面他也去把那个小胖墩给抱下来了，还用糖哄着他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，那他还是提心吊胆了半个月。小白，你给我好好的查一查，我就不信这个人从小到大没有什么黑点。他在外面打仗，没有干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吧？默默，我把他从小到大发生的比较出格的事情和你说一遍呗。季千华5岁的时候，往他义父镇南王的酒瓶里面撒尿，然后被镇南王狠狠地揍了一顿，还挂到了树上。他6岁的时候被狗咬了一口，还咬了回去。8岁的时候偷了你姐姐的荷包，嫁祸是你偷的。10岁的时候尿过床，还把床单换到了你床上。这混蛋玩意儿是逮着我一个人薅啊！他就说他4岁之后就没有尿过床了，为什么5、6岁的时候还尿过床？原来是这个混蛋。镇南王和他爹是至交好友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带孩子也带不好，所以小时候季千华经常会住在他家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季将军还是有点胆量的，居然敢求娶林大小姐。
也不知道这个厉害的小姨子她能不能够承受得住。他13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喜欢的是您姐姐，也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了，所以就跟着镇南王出去历练，后来就开始上了战场。总体来说，这个人好还是不错的，就是有点坑你这个小姨子。哪里不错了？这人不诚实。他10岁了之后还尿床，万一以后跟我姐姐睡在一起，尿床了怎么办？你别听那小丫头胡说，我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尿过床了。4个人在这里埋伏了小半个时辰，最后是饿得不行了才走的。我就说这人在我小时候对我这么好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他当时天天黏着我哥哥，我还以为他喜欢我哥，毕竟我哥哥长得这么好看，结果他喜欢的是我姐。不得不说，你真的是想多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他那时候对我哥哥有多么殷勤，一下子问他诗文，还动不动就和他出去玩。我现在算是知道他为什么黏着我哥哥了，因为我姐姐那时候也经常在书房看书写字，这人实在是太有心机了。确实是挺有心机的，心机男。这件事情回家之后就瞒不住了，因为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林默心里那个吐槽的声音就一直没有断过。他们早就知道这2个孩子会有一点发展的，而且人家季千华也确实不错呀。女儿嫁过去之后，也没有什么婆媳关系，也没有什么妯娌之间的矛盾，多好啊！而且这孩子还是他们看着长大的，在人品方面还是可以放心的。就说那家伙小时候总是黏着他，原来是看中了他的妹妹呀！混蛋玩意儿，把我姐姐还回来！这丫头是做了什么梦啊？怎么表情这么凶狠？在做自己的姐姐被人抢走的梦。我得想个办法把她的注意力给引走。姐姐的事情让姐姐自己去处理就行了。季千华这家伙虽然挺坑的，但是对姐姐还真的不错。在上朝的时候，林默浑身都是黑气环绕，大家伙儿都看得出来他心情很不好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我跟你说一个大瓜吧。赶紧说说吧，如果这个瓜不满意，我还是要生气的。镇南王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，他这么些年一直在外面打仗，也不知道林默居然混成了这样。兄长不必惊讶，小林大人现在可是红人，而且每天上朝可新奇可好玩了。好玩吗？他现在是还没有感觉到。前2天京城开始流行了一个画本子，写的是信王和镇南王，2个人都是将军，而且都有战神之名，所以写画本子的人把他们给凑成一对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好玩，这就是你说的好玩。吃别人的瓜确实是挺好玩的，但是前提是不要殃及自己。京城里的这些人是吃饱了没事情干吗？他和镇南王2个人管辖的地点都不一样，一个在南方，一个在北方。林默听到这个立马就开始兴奋起来了。信王温文尔雅，镇南王英气勃发，确实是一对很好的素材呀。这是哪个姐妹写的？有眼光。嘿嘿，是信王妃让人写的。王妃，你又害我！林默现在心里那是痒得很啊，对于那个什么坑货姐夫的事情，早就被他给抛到脑后去了。他现在就想赶紧下朝，然后他要去买这个画本子，转移了注意力就好，其他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。我们的事情就不是什么大事了吗？此刻的镇南王府管家看着送过来的一大笔钱，才一脸懵逼呢。还请管家帮忙收下，这是我们王妃让人送过来的。世子啊，这些都是信王府让人送过来的，我们该不该收下呀？收下吧，收下吧，这都是父王的卖身钱。不过父王确实是挺值钱的。什么卖身钱？王爷回来之后去卖身了？他不想收这些钱，可是这些钱世子说的是王爷的卖身钱，如果不收下的话，王爷不也就白干了吗？请世子放心，这些钱我一定会好好的用的，绝对不会浪费1分1毫，绝对不会辜负王爷的。季千华点了点头，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管家表现得这么痛苦。
有钱入账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这有什么？不就是写个画本吗？镇南王想必早都已经习惯了。这么多年，以他为原型写的画本，不说上百本，也有几十本了。而且我又不是白写的，钱也已经送过去了，还是给他拿的大头呢。而且我又不是白写的，钱也已经送过去了，还是给他拿的大头呢。这是钱的问题吗？镇南王这么多年在外面战场厮杀，这一点钱怎么能比得过他的尊严？不错不错，看来弟妹还是个实诚人呢。现在他们府上正是用钱的时候，而且儿子还得娶妻呢，不就是被人以原型写的画本吗？以前又不是没有被写过，而且以前的那些人可从来都没有送银子过来。弟妹的人品不错呀，晋王真是好福气。王爷呀，虽然咱们府上不怎么富裕，但是也不至于贫穷到如此地步，还让您去卖身呢。啥玩意儿啊？哎呀，这是管家理解错了呀，但是这不关他的事儿。此卖身非彼卖身，他没有说错，只是管家理解错了。你仔细和我说一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卖身钱？你仔细和我说一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卖身钱？看着自家抬头望天，慢慢的往旁边挪的世子，老管家不动声色地挡住他的去路。是世子爷说的，他说这些钱是王爷您的卖身钱，你这么轻易就把我给卖了？哼，卖身钱是吧？小兔崽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一会儿，镇南王府就传出来了一阵阵的哀嚎声。林默过来送吃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了这一幕。这家伙是不是被揍了？瞧瞧这声音多么的美妙，这简直就是如同天上的仙乐一般呢。那可不，新王妃把这画本子赚的一大半的钱都送给了镇南王府。季千华口无遮拦说这是他爹的卖身钱，他这不被揍谁被揍啊？墨儿，赶紧救救哥哥我呀！只要你救了我，以后你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这人嘴里满嘴跑火车，讲出的话根本就不能信。咱们一边吃一边看吧。镇南王的身体素质是真不错，瞧把季千华给揍的。这貌似是林夫人让你送过来给我们的吧？你就这么吃起来了？林木儿，你好歹也是在我背上长大的，你忘记你小时候是谁给你当马骑，是谁让你坐在脖子上的吗？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哥，但也胜似亲哥了，你就这样见死不救吗？当着我的面你还威胁你墨儿妹妹啊！我可真的是把你给打轻了。这一次父子交流感情交流的特别的充分，林默和白晓两个人看着这个食盒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完了，东西都吃完了怎么办呢？小丫头，你还真的见死不救啊！你看我这被揍的，你要是帮我说说话，那我就不至于被揍得这么惨了。还帮你说话，我不火上浇油就不错了。觊觎我姐姐的男人都该打。墨儿啊，你过来找我们是有什么事情吗？还是你想找你的华哥哥出去玩啊？那个，我娘亲让我送吃的来，但我刚刚不小心把吃的给吃光了。榕树，你等一等，我再去家里拿一些。娘亲让我送吃的来，但我刚刚不小心把吃的给吃光了。榕树，你等一等，我再去家里拿一些。让你这个没出息的哥哥和你一起去啊！总是让你跑来跑去的，算什么呢？他这么鬼鬼祟祟是想干嘛？怎么跟个贼似的？我估计他是怕你姐姐看到他这个样子，这都快被他爹给打成猪头了。你们俩仗着可以在心里对话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吐槽我是吧？季千华，你怎么到我家来了？我父王让我过来拿东西。过来拿什么东西啊？我娘让墨儿把吃的放在那个食盒里面送过去了呀。全部被这两个人给吃完了，所以我父王才让我过来的。你们两个不是在家里吃完了过去的吗？怎么还把别人的一份给吃了？季千华千万般遮掩，但最后还是让林然看到了自己这张鼻青脸肿的脸。林然把他拉过去上药了。这人分明就是故意的，他在用苦肉计。我看他刚刚那个眼神，那个表情，那
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他不是去进修过了吧？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不要脸。季千华主打的就是一个能屈能伸呢，他和三皇子走的是同样的路线，真不愧是尿床二人组。你这敬佩的点可真不一样。三皇子殿下，这位就是朕的王世子。我今天介绍你们认识呢，是因为你们有相同的经历，我觉得你们肯定有话题可以聊。什么相同的经历啊？你们俩都尿床，还同样都喜欢嫁祸给别人。小丫头，我说你能不能少坑我？我从小到大对你还不错吧？你忘记谁小时候经常给你当马骑了？你是说，你让我骑在你的背上，然后你爬到桌子底下，让我直接磕到桌子边是吗？这人从小就不靠谱，虽然对他很好，但是干的事情每一件都是缺心眼的。你们两个的相处还挺好玩的。可不嘛，一个比一个坑。林默和季千华无语，你这系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乱说话呢？我们两个哪里坑了？你们俩在这好好的玩吧，反正你们俩也是兄弟。三皇子殿下，你好好的和他玩啊，千万别让他有时间去找我姐姐。听到林默后面这句心声，这两个人差点就没有绷住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呀！你说我过去还能赶上那个瓜不？赶得上，赶得上。花孔雀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此刻的花孔雀躲在小池塘里，看着面前两个决斗的小老头，满脸激动。有一个小老头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太师，还有一个小老头不认识，他就说今天小林大人找他们出门，绝对不是等闲之事。师兄，这些年你的身法倒是倒退了不少啊！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啊？你看你这脸上的皮皱，看起来比我还要老啊！这俩小老头是师兄弟，太师的这个师弟啊叫杨开，从小就不受拘束，因为会观星。之前先皇还想让他入朝为官，但是被他给拒绝了。然后他就在外面游荡了几十年，外面的人都尊称他为杨天师。最近才回来的，太师和这个师弟已经将近20年没有见面，这不一见面就打起来了吗？师兄，你自己喜欢在这京城待着，你就好好待着，你干嘛非得让我留下来？我这还不是关心你，你看你现在年纪都多大了，还在外面游荡，到时候死在外面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我也不是让你入朝为官，就你这样的性格，让你入朝为官，我怕你祸害别人。你就好好的在京城待着养老不行吗？你看你这么大年纪还孤身一人，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些年，也不知道给自己找个妻子。哼，这小老头虽然没有妻子，但是一点都没有亏待自己。这小老头可花心了，他以优越的体力和技术，还有那舌灿莲花的本领，得到了不少女子的推崇，因此还有不少女人。这小老头这么厉害的吗？这可真的是真人不露相啊！他还以为这小老头和太师是一样的呢，他是真不敢相信这个师弟在外面居然这么花心，还以优越的体力和技术。什么体力什么技术啊，你这日子过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。难怪这杨天师不愿意来京城做官，他可真是一个人才。那他和那些女人就没有闹过矛盾吗？怎么没有了？他那大门牙就是被一个女人给打掉的。这人吧，虽然不会脚踏几条船，但是他很多次都是无缝衔接。前2年和一个小老太太分开了之后，没过2天，他马上就找了另一个新小老太太，然后上一个小老太太就看不惯，当天晚上就把他打了一顿，还把他绑起来挂在树上挂了一晚。我原本以为这些小老头小老太太都挺古板的，没想到这只是我以为，人家是表面古板，实际开放，而且这开放程度好像有点太大了吧。原本以为这些小老头小老太太都挺古板的，没想到这只是我以为，人家是表面古板，实际开放，而且
这开放程度好像有点太大了吧？可不是嘛，你别看这杨天师现在孤身一人，他在外面还有好几个儿子呢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有儿子？你有儿子？如果他有儿子，那为什么没有女人找上门来？人家为什么要找上门来？人家又不缺钱，又不缺男人，干嘛要找一个老男人？虽然这老男人技术不错，但是现在体力不行，人家干嘛要找他？孩子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怀的没有错，但这都分开这么久了，人家几个小老太太日子过得挺好的，干嘛要来找这个老男人？年轻的时候和这个男人玩一玩，还白得了一个孩子，多么美好的事情！而且人家几个小老太太因为他联系在了一起，现在还处成了闺蜜，他们3个儿子1个女儿也互相认了亲戚。厉害了，不得不佩服这些小老太太。这些小老太太日子过得有点太爽了吧？这些小老太太日子过得有点太爽了吧？而且总感觉这个杨天师干的好像不像正经活，靠体力和技术，这怎么有点像那个活呢？所以他是被当成借种的啦。真不愧是他的红颜知己呀，拿得起放得下，他欣赏。太师没忍住，又是一拳头上去了。师兄，我就这一颗门牙，你还要给我打断？你这也太狠心了！我要去师傅那里告你的状去。还想去和师傅告状？师傅那都80多的人了，还见你？要是知道你干的这些事情，我拿笤帚把你打出来，那都算是好的了。小白，你看，想不到太师这小老头居然还有这样的爆发力，他居然把他师弟的门牙给打掉了。本来人家就少一颗牙了，他还打掉另一颗牙。这要是以后和某个红颜知己见面了，这杨天师该有多丢脸呢？人家光鲜亮丽，他连笑都不敢对别人笑，因为一笑就是2颗缺了的门牙。你看他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大家还要去找师傅，他们的师傅是谁啊？刚刚太师说他们的师傅已经80多了，这可是高手。他的师傅是老国师，可以说先皇在的时候，整个朝堂就是老国师撑起来的。要是没有老国师，先皇早就把这天下给败了。现在老国师就在京城外面的忘忧山养老呢。那这老国师可真的是大功臣，敬佩敬佩。反正你给我好好的在京城待着，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还想出去沾花惹草啊？师兄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难听了。什么叫做沾花惹草？我和人家姑娘那都是你情我愿，我们分开那也是和和气气的分开的。现在应该叫不了姑娘了，得叫那些小老太太，因为他现在找的都是些小老太太，还要照顾小老太太们，确实和那些小老太太都是你情我愿。你能不能不要说话呀？这讲的我和个什么似的。小白，和他有关系的那些女人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人啊？特别是生下孩子的那几个。他那些女人大部分可都了不得，京城的这个是工部侍郎家的老太太，全家的老祖宗呢。哦吼，这让他以后怎么去面对人家呀？我真是服了。京城的这个是最早的一个，当时杨天师年轻的时候还在京城的时候认识的，2个人当时可甜蜜了。既然这么甜蜜，最后怎么会分开呢？和平分手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因为2个人吵架的时候还没有打过人家，人家女方爱打人，还打不过，还被打哭了3回，最后告到了老国师那里。老国师让他们俩分开了，分开了之后，他还被套着麻袋揍了一顿，然后伤好了之后就立马离开了京城。想不到师弟在京城居然还有这样的过往，该不会是不在京城做官也有这个原因吧？杨天师自此之后找的都是喜好琴棋书画的姑娘了，绝对不找有武艺的。可能是这一次给他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吧。他离开京城之后，最先到达的是京云，
然后和一个富商家的小姐相识了，2个人在一起交往了3个月，然后他就被踹了。不是说和那些女人都是和平分手吗？怎么还有被踹的呢？和平分手呀，只要是没有动用武力，那就是和平分手。我们对和平分手的理解和杨天师对和平分手的理解有些不太一样。对他来说，只要没有动用武力，那就是和平分手。除了额外几个，他和其他的姑娘也算得上是和平分手吧。这老头真的是越挖越让人吃惊，估计是被工部侍郎家的老太太给打怕了吧。那个小姐开始挺喜欢杨天师的，后来她觉得杨天师无趣，就把杨天师给踹了。不过她也弥补了杨天师一大笔钱财，杨天师很乐意的接受了。那个小姐还介绍另一个姐妹给杨天师，这就是杨天师的第3个红颜知己，一个知府的女儿。杨天师就是因为受到了推崇，所以这几10年过得还不错。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呢？他怎么感觉杨天师有种男宠的感觉呢？所以他就经常这样被转手。上一个和他没感情了，就把他介绍给下一个。大部分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别人才会给钱让他过得这么潇洒呀。也有那么几个是他自己找的，那几个还靠他发家了。毕竟他还是会一些观心算命之术的。这究竟是什么神人呢？知道了吧？我的魅力就是这么大。这分明就是把你当玩物呀！你这老混蛋还一脸嘚瑟，人家把你玩够了，给你一笔钱财，然后又把你介绍给另外一个，你还真以为是你魅力大呀？我还真以为你是主动的那一个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被动的那一个，被动的给别人介绍来介绍去，丢死人了！这哪里是外面有理呀？这分明就是给别人当男宠去了，还是玩够了立马就给你钱转手的那种。要是让师傅知道，非得被你气死不可呀！在外面游历呢，没想到他干的事情居然是这样的。早就听说杨天师继承了老国师的衣钵，当初我爹还说，可能以后杨天师也会留下来做国师，只是没想到，他居然外出游历去了，还是去给别人当男宠。林默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。要是杨天师这件事情传出去，那绝对能在京城引起极大的动荡。好啊你呀，我以为你是真的在外面游历，没想到你在外面居然是干这些事情，你对得起师傅吗？对得起啊。师兄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这3个师徒之中另类的是你呢？啥玩意儿？什么叫做另类的是我呀？你以为我在外面干的这些事情师傅不知道啊？他知道的可比你多得多了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去见师傅。师傅不也没有妻子吗？你真以为他也是清心寡欲？你实在是太单纯了。哎呀，师兄，我只不过是对人生看得比较开而已，大家都是你情我愿的，想怎么过自然就怎么过呗，没有必要非在这里约束自己。师傅和我是一样的人，他红颜知己呢也不少，讲究的是你情我愿。可以说我们3个之中另类的是你。天师在外游历了这么久，也辛苦了，不知天师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是留在京城，还是打算继续在外面游历呢？我师父师兄年纪都大了，我也不好意思在外面游历，所以还是留下来比较好。皇上的想法呢，我也知道，关心馆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也不少。我只是想安安稳稳的在京城过好下半辈子，给师父养老送终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管。我估计杨天师是不行了，不然以这人的性格，肯定会在外面继续玩的。他要是担心他师父和他师兄，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不回来？确实是不行了，毕竟年纪大了。他和最后一个老太太在一起的时候，人家就嫌弃他了。我说你们2个能不能不要总是把我的私事讲来讲去的？
没有，我行得很，我懂医术，身体倍儿棒。小白，你说杨天师这男宠的一生也算是跌宕起伏吧？可不嘛，吃女人软饭吃了一辈子，明明自己有本事，可偏偏爱好吃软饭。不过他也着实是挺幸运的，这辈子没有受过什么挫折，顶多就是被打了那么几顿。这个女人和他感情淡了，马上就有下一个女人接盘，既能游山玩水，还有人负责自己的消费。毕竟啊，这人是靠技术吃饭的。他们好像听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了。不过杨天师还是比不过他师傅，老国师那才是真正的厉害。他可真的是为了国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为了能护住国家，不仅把自己的能力用到了极致，还把自身的身体用到了极致。还有老国师的事情，谁能来救救他呀？师傅和师弟都是这个样子，其他人该不会以为他也是这个样子吧？他可是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呢。要是没有老国师，他们大庸早就败了。他们也想知道老国师为国家是怎么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说老国师的事情，这都已经把我的兴趣给勾引起来了。你别着急嘛，老国师这人是个很矛盾的人他特别识大义，但是对于小事却不怎么看重。先皇多疑，所以老国师和他周旋也不容易，还要在他手上保下这么多清官大臣，这就需要消息来源了。所以他和后宫的妃子有往来，这就是你说的把身体运用到了极致。这是什么皇室心秘呀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老国师怎么可能会干这样的事情？先皇后宫的妃子个个都是蛇蝎美人，这沾上还得了？老国师是从各宫的大宫女入手，毕竟这些妃子干的事情，大宫女是知道的清清楚楚，而且大宫女还能给那些妃子们洗脑。老国师凭借一己之力，成了皇宫各大宫女的大众情人，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人脉。在皇上登基之后，他也把这些大宫女全部都放出宫去了。现在那些大宫女们过得还不错。在皇上登基之后，他也把这些大宫女全部都放出宫去了。现在那些大宫女们过得还不错。林默听得嘴巴都张开了，只要不是和后宫妃子私通，那都好。虽然知道了也没事，毕竟那些人都死得差不多了。况且老国师做的都是为国为民，要不是老国师那么多年的贡献，先皇那个疯子不知道要杀多少人了。毕竟一个连自己的母亲和儿子都能够痛下杀手的人，你指望他能够有多少善心呢？可以说今天这个早朝上的真的是跌宕起伏。老国师和杨天师在他们心里的印象彻底的翻转了，大家心里对待老国师的感受更加的复杂了。先皇后宫的妃子那可是多的数不胜数，一个妃子身边至少有一个大宫女。先皇宠幸妃子那是看自己的心情，老国师的话那就得时时刻刻的安抚那些人，太难了。在皇宫门口，林默正准备跟着自家老爹老哥回去，结果突然被杨天师给堵住了路。林尚书是吧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继承我的衣钵呢？这样的容貌要是和他学的话，那绝对能够赢得天下女子跟随，肯定会比他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去，这老道士居然挖我娘的墙角，继承他的衣钵，跟着他去当男宠吗？他刚刚还真的没有想那么多，他还以为继承衣钵是跟着杨天师学观星之术呢。你这样的容貌在这里做官真的是可惜了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跟我学当国师，而且还可以赢得天下女子的跟随。滚滚滚！你这人怎么还来破坏人家的幸福家庭呢？我爹才不需要什么天下女子的跟随，我爹已经有我娘了。就是，
自己花心还要劝别人花心，我呸！哎呦，我不过就是这么提议一下，你爹要是不行的话，你哥也可以呀。林翰林容貌也极为绝色，现在应该也未娶妻吧？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了？滚滚滚！我哥才不会跟你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呢。我哥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你就死心吧。小丫头，你总没有喜欢的人吧？你生得跟你爹爹似的，你愿不愿意赢得天下男人跟随？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。我干啥要赢得天下男人跟随？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挺好的呀。臭道士，鬼道士，默默，绝对不要答应他。这男宠他要当就让他当去吧，咱们家有钱的很，不需要去吃软饭。是的，我们家才不需要吃软饭。爹爹大哥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被那个臭道士给迷惑了，他这个人不行。爹爹大哥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被那个臭道士给迷惑了，他这个人不行。你们简直都不知道他干的是一些什么事儿。反正你们不能和他多接触，你们要是和他多接触的话，那你们可就完蛋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不过你对人家杨天师也要尊敬一点，人家可是老国师的徒弟，不用张口闭口就是臭道士，小心人家对你记仇。我怕他记仇，他的黑料我要多少有多少，小心我给他宣传出去。就是，这人当男宠的时候，各种花里胡哨的事情干的可多了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到时候咱们给他宣扬出去，让他直接成为天下第一男宠，让他流芳百世。对，让他流芳百世。流芳百世是这么用的吗？哎，你们两个能不能多读一点书啊？小白，你好像要把成语给用错了，它应该叫做遗臭万年，怎么能够叫做流芳百世呢？对呀，不过意思都差不多，都是流传给后人。反正你不用担心，这臭道士虽然花心，但是人品还不错，不用担心他报复。算了，不想和这两个没文化的计较了，有时间还是多压着他们读一些书吧。他们好歹是清流世家，怎么能出两个那么没文化的人呢？林墨和白晓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读书生涯要开始了。时间又过去了几天，大家正式出发去这避暑山庄了。大哥，能见到大嫂，你开不开心啊？你现在还孕吐吗？大嫂不在身边，你现在应该不孕吐了吧？滚远一点，天天在外面疯玩，也不知道帮我做些事情。马上你侄子侄女就要出生了，你礼物准备好了没有？这还用你说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我亲自给我侄子和侄女做了木马，还有摇床呢。大哥，你说要是我的小孩出生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会不会孕吐啊？你想这个事情有点太早了。你前2天不是跟我说你不想这么快生孩子吗？既然不想这么快生孩子，那就好好的帮我干活。这么大个人了，一点都不懂事。为什么要读书？为什么去避暑山庄玩也要读书？爹呀哥呀，你们不能这么逼迫我们。不过就是让你们多看一些书而已，有必要这样哭得撕心裂肺吗？你看你们平时用的那些成语，说你们没文化吧，你们成语运用的还挺多的；说你们有文化吧，成语一个都不对。我对你们的要求也不高，能够给我好好的运用成语就行了，别丢脸。伯父，我觉得我成语运用的挺好的呀，你认真的吗？爹，就放过我们吧，你让我们看画本还行，对于那些文字多的东西，我是真的看不进去。你难道想看到一个被那些书逼得憔悴的女儿吗？行了，暂时放过你们。反正以后给我多看一些书，我们家绝对不能出2个没文化的。谁没文化？都不可能是我们2个没文化。我们2个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的，
论有文化，谁能比得过我们？就是，刚刚你的成语用的好对呀，无所不知，这不就把成语用对了吗？你们的快乐是真的很简单。到达避暑山庄的时候，已经快要晚上了。哇哦，这避暑山庄怎么比皇宫还要好呢？这个地方是先皇修的，先皇喜好奢靡，追求舒适，所以避暑山庄修缮的就比较好。可不吗？天气刚刚转热，先皇就带着一大队人马来了避暑山庄，一直到了天气冷了才回去。一年有1/3的时间在这儿，可不得把这个地方修缮的好一点啊！小心一点，花草树木多的地方蛇也多，这园子里面还是有不少蛇的。花草树木多的地方蛇也多，这园子里面还是有不少蛇的。不应该啊，避暑山庄肯定会有工人看着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蛇？人就算再怎么谨慎，也会有一丝疏漏。反正你不要往草木旺盛的地方去就行了，这里面还有果树呢，等会儿我们去摘果子。他们两个讲完之后，开开心心的找地方玩去了。让人把这个避暑山庄的剩下全部都给排查一遍，仔仔细细的搜索，一定要一丝不漏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爹娘，我吃瓜回来了。你这是又跑到哪里吃瓜去了？就不能消停一点吗？你对这个地方又不熟悉，还总是乱跑，是真的一点都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。想不到我哥还挺给力的嘛。果然，男人耍起心机来，那可是比女人厉害多了。我这未来嫂嫂可真帅气。果然，男人耍起心机来，那可是比女人厉害多了。我这未来嫂嫂可真帅气。他刚刚就是去吃自家老哥的瓜了。林七和花瑶县主两个人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约会，结果还是被这个人给找到了。花瑶县主做什么都很照顾林七，林七被迫柔弱了起来，两个人的角色完全就转换了。林默躲在暗处，看着自家老哥这娇弱的样子，都快要笑翻天了。之前花瑶县主主要是招婿，因为那些高门大户都不愿意娶她。现在好了，花瑶县主要是嫁进来，那可就热闹了。可不吗？到时候他要天天缠着这个帅气嫂子，孩子的事情让他们孩子自己去处理。花瑶县主年纪大一点，更加成熟，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到。如果他们想成亲了，自然会说的。我说他们两个天天没有一点事情干，就到处乱窜。皇上要不干脆安排一点事情让他们干算了。林七每天不是在给林默擦屁股，就是去擦屁股的路上，要不就是被当成瓜吃。皇上不是也给小林大人派过活吗？只不过小林大人着实不太适合干活。小林大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这辈子估计就是来享福的。可不吗？整个京城就没有比他更加闲更加好玩的人了，每天什么烦恼都没有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可是真正上面有人护着的。反正他干什么都有皇上他们顶着，这混世小魔王只要不杀人放火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小白，明天要不我们来卷个头发吧？要是把头发搞成异域风情的，那他走出去那就是最靓的仔，说不定还能引领京城潮流呢。随便你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吧。不要把头发弄断了就行。不过你要注意点，把握好那个卷的度，这翻车的可不少。我现在是不是特别的好看，特别的异域风情？白晓闭上了眼睛，转过了身。什么鬼异域风情啊，都变成了异形了，还异域风情。真不愧是我居然成功了。你现在特别像印度高僧，再把脸涂黑一点就更加像了。只是外出之后，在面前被他吓哭的小朋友，林默也哭了起来。为什么这么丑？
这怎么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？我还化了一个美美的妆呢，为什么还是不好看？这小孩子谁家的呀？身边就没有一个丫鬟或者小厮看着吗？就让这么一个小孩子在外面乱跑，这多危险啊！你为什么要哭啊？她哭是因为被吓哭的。这个长得奇奇怪怪的姐姐为什么要哭啊？你看我这个样子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哭了。那你不要哭了，长得比你丑的妖怪还有。我娘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讲了很多很丑的妖怪，你不是里面最丑的一个。你可真是挺会安慰人的。小白他说我丑，他居然说我丑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说我丑过。不丑不丑，你不丑，这小孩乱说的。你只是这个头发和这个妆化的有些不好看，能把这个头发弄直了，把脸擦干净了就好看了。人丑不是头发的问题，哥哥你不要骗人。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小孩啊？这话讲的有点扎心。小孩还给他们两个讲起了大道理，说什么不要以貌取人，虽然长得丑，但只要心地善良，那就是美的。我要离开这里，这小孩实在是太侮辱人了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。哎呀，这妖怪虽然长得丑，但是实在是太脆弱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把自己丑哭的妖怪呢，我得回去和小伙伴们说一说。小白，先不要回去，现在大家都起床都出门了，我要是现在回去的话，那不是给大家看笑话吗？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吧，等晚上大家都睡觉了，我们再回去。林默也是难得一次要脸了。那行吧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的玩一玩，看你脸上的这个妆能不能用水洗掉。洗不太干净的，现在这化妆的东西也有一点点防水的功能了，回去之后得用油来洗，用水洗的话只能够把它晕染开。这一天，在这城郊的村子里面传出了一个传言，说是山上下来了一个妖怪，脸白嘴红，发顶黑蛇，实际上是黑卷发，身边还有一个身穿白衣的俊美男子服侍。这妖怪见人之后，声音如女子哭泣一般，面容恐怖至极。听说他吃小孩抓美男，被他抓住的男子都会成为他的奴仆。这个传言一天就传出去了，傍晚的时候，这传言直接传到了皇上他们的耳朵里。你们家小玲在家吗？这丫头也不知道是搞什么鬼，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到现在天都快黑了还没有回来呢。好了，知道这个传闻中的妖怪是谁了。等会儿我们就找人少的角落走，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都回到房间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在外面游荡。几分钟后，看着围着他们的侍卫们，两人满脸的尴尬。是我呀，我不是什么妖怪，我是林默。这可真是太绝了，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山上山下村民们最忌讳的存在了。1刻钟后，白晓被带到了皇上面前，旁边所有人都在。林默，现在外面都传言山上有妖怪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是因为害怕吓到大家，所以才打算晚上回来的。早知道就不搞这个什么卷发了，也不化妆了。放宽心，放宽心，不就是丢脸吗？咱们已经习惯了。这小祖宗的想法是真的与众不同。你白天回来，别人还能看清楚你长什么模样，你晚上回来，你这个打扮，你这不是要吓死人吗？爹，你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过的，我今天吃了一天的野果子，根本就不敢下山。还有一个小孩嘲笑我丑，还有砍柴的人看到我就说我是妖怪。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受过这么多委屈，他们居然说我丑。我们俩长得这么像，他们说我丑就是说你丑。爹，你要给我报仇。看着抱着自己大腿哭的林默，林尚书挣扎了一下，可是腿上的这人纹丝不动。你把自己弄成了这样，别人不说你丑，说谁丑啊？连小孩子都嘲笑你了，你还要出去玩，你就不知道原路返回吗？行了，
别哭了啊！这么大的一个丫头，还哭什么哭呀？以后不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出去，吓到了人家怎么办呢？林爱卿，赶紧把你家这小祖宗给带回去，明天绝对不能让他这样来见我，把他的脸洗干净一点。爹，我的小兜里面装了好多的野果子，我等会儿拿给你尝一尝啊。这个果子可甜了，比京城里面卖的果子还要甜，我们可以用来做果酱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吃果子做果酱？看你回去怎么跟你娘交代。伯父，有鸡腿吗？我们今天一天都没有吃饭，我们想吃饭。一家有这么2个祖宗也真的是绝了。以前大家都觉得林尚书总是冷着脸，脾气肯定也古怪，可是现在看来他们都猜错了，这全京城就没有比林尚书脾气更好的人了，不然家里有这么一个小祖宗非得被气死不可，怎么可能会这么宠上天？张二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我去山下买了一些小零嘴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这人天天讨好我姐姐，不知道我姐姐不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吗？你这么多年了，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我姐姐，不知道我姐姐现在不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吗？哦，这猪肘子真香啊，感觉比京城里面卖的还要好吃。那个，我姐姐不吃这个东西，放着也浪费了，我就帮你解决了啊，不用谢我。千华哥哥，坐这里歇一歇吧，你看你额头上面的汗。把你授受不亲，你又白小的，你这多冒昧呀！2个大男人共用一条手帕，你怎么想的？后面不管2个人有什么接触，林默都得过来插上一嘴。然而，我突然想起来和默儿有一点事情要处理，等会儿我再过来啊。你不跟上去吗？不用，反正又不会出现什么事情。出什么事情我也可以感应得到的，反正距离也不远。这半个猪肘子还有猪蹄，要是吃不完，那可就没有了。要是等他们回来，我可就吃不到了。而被季千华扛走的林默就没有这么舒服了，但他还是给自己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。季季哥，你这衣服怎么不吸油啊？感觉连我的手都擦不干净。你这小混蛋，给我安分一点，谁让你把油擦在我身上的？还有，不要叫我季季哥，叫我华哥哥或者千华哥哥。什么季季哥？小时候他还觉得季季哥这个称呼很正常，只是小孩子喜欢用叠音字而已。可是自从看到这混蛋小丫头对着牛鞭叫牛唧唧后，他就再也不能直视自己这个名字了。嘿嘿，我从小到大都是叫季季哥，改不过来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娶我姐姐，就必须得过我这一关。所以我劝你对我好一点，不然我就给我姐姐吹耳边风。把你的爪子从我的耳朵上拿下来，拿我的衣服擦，还拿我的耳朵擦手是吧？既然知道我对你姐姐有意，那你不应该帮我吗？好歹我们还是一起长大的，我从小到大都这么照顾你。实际上今天这2个猪肘子也是特地为林默买的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林然最近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？每次来见这个小丫头，他的手上就没空过。他给林然准备的是口味清淡的点心，早就让人送到房间里去了。